落魄谷中寒风吹，春秋蝉鸣少年归。荡魂山处食人泪，定仙游走魔向北。逆流河上万仙退，爱情不敌坚持泪。宿命兼程命中败，仙尊毁，而我不悔。方圆，乖乖的交出春秋蝉，我给你个痛快。方老魔，你不要妄图反抗了。今日我们正道各大派联合起来，就是要踏平你的魔窟。这里早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这次你已插翅难飞。方施主，你为了练成春秋蝉，牺牲了无数生灵，还请方施主放下屠刀，皈依我佛。魔头，300年前你侮辱了我，夺走了我的清白之身，你把春秋蝉给我，我可不参与此事。方圆浑身浴血，环顾四周，只见群敌环伺，早已经没有了生路，大局已定，今日必死无疑。不过即便死亡将临，他仍旧是面不改色，神情平淡。青山落日，秋月春风，当真是朝如青丝暮成雪，是非成败转头空。他本是地球上的华夏学子，机缘巧合穿越到这方世界，辗转颠簸300年，纵横世间200余载，500多年光阴悠悠，却是晃眼即逝，终究还是失败了。方圆此刻有些感慨，但却并不后悔。这种结果，他早已有了心理准备。所谓魔道，就是不修善果，只求成道，天地不容，举世皆敌。若刚练成的春秋蝉有效，来生还要做邪魔。大家小心，魔头死到临头要反扑了。夜已经深了，但青毛山却不黑暗，一座座高脚吊楼闪着微光，而这正是坐落在青毛山的古月山寨。列祖力争保佑，希望此次开窍大典中能督引进去资质优秀的少年，为加州增添新血和希望。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，一眨眼1年就都过去了。希望有甲等资质的少年出现。我们古月一族已经有3年没有这样的天才出现了。不错，白家寨、熊家寨这些年都有天才涌现，尤其是白家的白宁兵，天资真是恐怖。不过今年参加开窍大典的少年里，也不是没有希望。听闻方志一脉出现了一个天才少年，3月能言，4月能走，5岁时就能作诗宋词，聪慧异常。不错，他近些年创作的《将进酒凉州词》我也听说过，真是天才。他们担任的应该是方家之子方云吧？若是自己萃取甲等资质，好生备演，也未必不能和归宁兵抗衡。诸位，时候不早了，为了明日的开窍大典，今晚好生休息。古月山寨，这是500年前，看来春秋蝉真的起作用了。春秋蝉的作用就是逆转时光，在10大奇古排名中能名列第7，自然非同小可。简而言之，就是重生。500年的经历真像是个梦啊！但他却清楚地知道，这绝不是梦。传说中这个世界存在着一条光阴之河，支撑着这个世界的流转，而利用春秋蝉的力量，就能逆流而上，回到从前。然而对于这个传言，几乎没有人当真，因为每一次使用春秋蝉，都必须付出生命，将整个身躯和所有的修为全部献祭，作为驱动的力量。就算是有人得到了春秋蝉，也不敢乱来，万一传闻有假，只是个骗局呢？若不是方圆走投无路，也不会这么快就使用它。不过现在方圆是彻彻底底的相信，只是可惜了这个好蛊，当初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炼制出来的。人是万物之灵，蛊是天地之精华，蛊千奇百怪，数不胜数。有的蛊用一次就会彻底消散，而有的蛊可以重复使用。不过就算是没了，也可以再炼制一只，而且自己还有500年的记忆和经验，记得许多现在还未开启的宝藏，记得一个个大事件。不过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要先开启元海，踏上古师的修行之路，才有力量自保。哥哥，你怎么站在窗边淋雨啊？是你呀，我的孪生弟弟。明天就是开窍大典，哥哥你这么晚还不休息，舅父舅母知道了。
恐怕会担心的。哼，担心。他记得很清楚，父母死后，舅父舅母以抚养的名义霸占了双亲的财产。本来作为穿越众，还计划着韬光养晦，但是生活的艰辛让方圆不得不展露一些才华。就这样，舅父舅母再也不好苛刻自己和弟弟。随着年龄越大，前途越被看好，待遇也跟着增加。不过这并非是爱，而是一种投资。而自己的亲弟弟却没看清这个真相，不仅被舅父舅母蒙蔽，还对自己埋藏着怨恨。别看他现在这样乖巧老实，记忆中被测出甲等资质后，被家族大力培育，隐藏的仇恨嫉妒都释放出来，可没少针对打压过自己这个亲哥哥。一胎双胞，哥哥资质只是丙等，却独享天才之名10几年，弟弟默默无闻，反而有着甲等天资。开窍的结果让族人大跌眼镜，也让兄弟俩的处境待遇彻底颠倒。弟弟如卧龙升天，哥哥似凤雏落地。恨吗？方圆前世恨过，恨自己资质不足，恨家族无情，恨命运不公。但是现在他以500年的人生经历重新审视这段历程，心中却波澜不惊，没有一点恨意。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本来就是这世间的本质。500年的经历早就让他看透了这一切，心中唯有长生大道。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好的，哥哥，那明天见。此时的古月漠北测出乙等资质，古月赤诚也在他爷爷的作弊下测出了乙等，而现在正在进行测试的是古月方圆。他看着空中的光点，想起了一个古老的传说。传说这个世界刚刚形成的时候，一片蛮荒，野兽横行，出现了第一个人类，名字叫人族。他茹毛饮血，生活十分困难，尤其是还有一群野兽，名字叫困境，特别喜欢人族的味道，想要吃掉它。人族没有山石般强硬的身躯，没有野兽的利爪爪牙，怎么和这群叫做困境的野兽争斗呢？它的食物来源很不稳定，整天东躲西藏，处在大自然食物链的低端，几乎就要生活不下去了。这个时候，有3头骨主动找上门来，对人族说：只要你用你的生命来供养我们，我们就帮助你渡过难关。人族走投无路，只好答应了这3头骨。他先用自己的青春少年供养了3只骨中最大的那只骨带给了他力量。靠着力量，人族的生活开始改善了。他开始有稳定的食物来源，有能够自保的力量。他好勇斗狠，击败了许多困境，但很快就吃了苦头。最后他发现力量不是万能的，他也需要恢复和修养，不能随意挥霍。而且对于整个困境兽群来讲，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小了。人族痛定思痛，决定用自己最年富力强的中年来供养3只骨中最美丽的那只。于是第2只骨带给了他智慧。人族有了智慧，学会了思考和反省，并开始积累经验。他发现很多时候运用智慧比运用力量更有效果。靠着智慧和力量，他一度征服了许多先前无法征服的目标，击杀了更多困境，并吃困境的肉，喝困境的血，以此顽强地生存下去。但好景不长，人族老了，越来越老。这是因为他把少年和中年都供奉给了力量骨和智慧骨。人一老，肌肉就萎缩，脑筋也转不快了。人啊，你还能带给我们什么呢？你再没有什么，
能供奉我们的东西了。力量谷和智慧谷发现了这点后，就绝情地离开了。人族丢失了力量和智慧，又被困境发现，陷入了兽群的包围。他老了，已经跑不动了，牙齿也脱落光了，连野果野菜都嚼不动。他无力地瘫倒在地上，周围是密密麻麻的困境，他心中全是绝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第三股对他说：人啊，你供奉我吧，我能让你脱离困境。人族流着泪道：谷啊，我还能有什么呢？你看，力量谷和智慧谷都抛弃我了，而我只剩下了老年。相比较少年和中年，老年虽然不值一提，但如果我把老年都供奉给你，我的生命也就会立刻完结。我现在虽然被困境包围了，但是一时半刻也不会死，我还想多活一些时间，哪怕是1秒钟也好。随你走吧，我已经无法供奉你了。那谷却说：在3只谷中，我的要求最小了。人啊，你只要把心交给我就可以了。那我就把心交给你好了。但是谷啊，你能带给我什么呢？现在这个绝境，哪怕是力量谷和智慧谷重新回到我的身边，也改变不了啊。和力量谷相比，这只谷身躯最孱弱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光点；和智慧谷相比，这只谷最暗淡，只能发出微弱的白光，一点儿都不华美绚丽。但是当人把心交给了这只谷后，这只谷忽然绽放出无限的光明。在这光明中，困境们惊恐地大叫：这是希望谷！快撤！我们困境最怕希望了！困境兽群顿时仓皇而退，人族目瞪口呆。从那一刻起，他知道了，面对困境，就把心交给希望。而此时希望谷汇成一束光流进入了方圆体内。这希望谷的数量似乎有些少啊。开窍成功了，这就是长生的希望。空窍玄妙异常，众人将它称之为元海空窍，而它的表面有一层光膜，正是希望谷炸裂后凝聚的一层光，也正是这层光膜才支撑着空窍不会坍塌。空窍之中自然就是元海，海面不到空窍的1半高度，这也是丙等资质的局限，每一滴的海水都是真元。武士就是用这真元来催动蛊虫，而从此刻起，方圆就正式迈入一转蛊师的行列。果然和前世一样啊！不能再走了吗？什么？方圆才走了27步？哥哥怎么可能只是丙等资质？不，巨人只是个丙等，会不会测试有误？怎么可能？这方法准确无比，况且有我们一直盯着，想作弊都难。可是，那他先前的表现和才华，又怎么解释呢？越海资质越高的少年，的确会表现出超越常人的特性，这些特性并不代表资质一定就高。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古月一族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方圆依旧面无表情地走着，他可以清晰地看到众人目光中包含的震惊、嘲讽、幸灾乐祸一样的场景，让他想到了前世。原来只是个丙等的垃圾。就是，我还以为他会是甲级资质呢。丙等资质，原来和我一样。那些失望、冷漠的表情和眼神，像是尖刀凌迟着自己的心，就好像是从云端摔到地上。不过此刻重临这样的场景，方圆的心却平静无比。人的一生之精彩，在于自己追逐梦想的过程，不必苛求旁人的不失望或者喜欢。下一位，古月方正。啊，我在。方家兄弟不过如此。哥哥真是难兄难弟啊！去吧，未来的路会很精彩的。明明只是丙等资质，为什么哥哥还这么平静？
想不到哥哥竟然这么平静，要是我的话，恐怕……天哪，甲等资质！甲等，竟是甲等！3年了，古月一族终于又出现了甲等资质的天才。方知一脉之前是从我们赤脉分出去的，这个古月方正就由我赤之一脉收养了。你赤练老鬼何德何能？我看这个孩子还是由我古月墨尘来抚养。谁都别争了，这个孩子谁栽培都没有本州长亲自栽培的好，谁有异议就是反对我古月部。花九，你来购买我族的月兰花，我好生招待你。但你为了省些原石，竟然不惜残害我的族人，今日我必讨个公道。古月族长饶命，小的愿意给你，给你，你去使吧。虽然第4代族长马上解决了花九，但最后也因为被他偷袭伤势太重，不久就离世了。要不然，兴许能成为6转古师也说不定。都是那花九行者太阴险狡诈了，可惜我们4代族长宅心仁厚，英年早逝。只恨我没有早生几百年，否则见到那个魔头，定要拼死揭破他的丑恶嘴脸。花九行者吗？这个花九行者到底死在哪里？为什么我将山寨周围都转了个遍，都没找到他的遗产？记忆中大约是2个月后，一位因失恋而醉酒的族内古师喝醉后躺在山寨外，结果肆意的酒香气息意外的引来了一头九虫，而九虫是很珍贵的一种蛊。古师大喜，想要捕捉九虫，慌忙逃窜，古师紧追不舍，顺着九虫的踪迹来到一处隐秘的洞穴，然后就发现了花九行者的尸骸，还有留下来的遗产。而那古师回到山寨后汇报了发现，立刻引起了家族的轰动。古师也因此得意，修为越加突出，抛弃他的女人也回心转意，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。可惜这个消息我也只听说了个大概，并不知道确切的位置。当时也没想到会有重生的这一天啊！若是找到那九虫，炼化为本命蛊，比家族中的月光蛊要好多了。眨眼间已经到了4月，时不待我呀！家老大人，我从小听说古师有1转、2转等等之分，您能为我们讲解一下吗？古师分为9大境界，分别是1转、2转、3转直至9转，每一转大境界中又分初中高阶和巅峰4个小境界。你们刚刚成为古师，所以都是1转初阶，你们只要努力修炼，修为自然就会提高。当然了，资质越高，晋升的可能性就越大。丙等资质通常会停在2转境界，乙等资质能修到3转甚至4转，而甲等资质最适合古师修行，能达到5转。至于6转向上的古师，每一个都是传奇。我们古月一族也没有出现过6转古师，但是5转、4转古师都有过。许多人不由自主地看向第一排正襟危坐的古月方正，这可是甲等资质啊！目光中无不充满了羡慕嫉妒的情感，同时也有一部分目光飘向学堂最后一排的那个角落。已经1个星期了吧，还没缓过来？何止呢？听说他晚上都夜不归宿。对呀，有人还不止一次看到，在晚上他抱着个酒坛，烂醉在外面呢。哎，打击确实太大了，顶着天才的名称，那么多年居然测出丙等资质，而偏偏自己亲弟弟被测出了甲等，如今享受着家族最好的待遇，真是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啊！已经1周过去了，还这么颓废，连这点打击都承受不住，也难堪大用。这1周来，我教会你们如何冥想，查看自身空窍元海和调动真元。现在是时候炼化你们的本命蛊了。下课后，你们就去学堂里的蛊室挑选蛊虫，然后回家潜修，直到炼化后再回来上课。而第一个炼化蛊虫的将得到20块原石。排队，一个个的进来。蛊虫分为9大层次，对应古师9转境界。这些蛊虫都是1转蛊虫。一般来讲，1转境界的古师只能用1转层次的蛊虫，若是越级催动高等蛊虫，古师往往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。而古师炼化的第1只蛊虫意义重大，称之为本命蛊，性命娇羞，一旦灭亡，古师必定遭受重创。原本指望能得到花九行者的9虫，炼化它成为我的本命蛊，保险起见，还是选1只月光蛊吧。到我了。若换做其他人得了蛊虫，第一反应就是拿回家赶紧炼化，但是方圆没有，他的心中还惦记着那只9虫呢。掌柜的来2坛酒。掌柜的来2坛陈酒。好的，客官。每天2坛酒，
已经整整7天了。原先积攒的原石差不多都花完了。一旦成为古尸，就可以从原石中直接抽取出纯净真元来补充空窖中的元海，因此对于古尸来讲，原石的好处不言而喻。客官，您的酒。明天就没有原石购买酒水了，九重却迟迟不现身，难道真的要我把月光谷炼化成本命谷？虽说第一个炼化本命谷的人会奖励20块原石，现在所有人都卯足劲炼化蛊虫，可惜炼化本命谷极为考验资质，以我丙等资质，又没有其他手段，根本就没有得胜的希望。哥哥，你果真又来酒馆买醉，跟我来，舅父舅母要见你。短短的1个月，他终于品尝到了哥哥当初的感受。人们用羡慕和嫉妒的眼光看着他，仿佛从黑暗到天堂。他开始模仿方圆的冷漠表情，但很快发现自己不是那种人。他像婴儿学步般艰难地适应新生活。听到哥哥消沉和颓废的传闻，起初震惊，但渐渐理解了，哥哥也是常人啊，面对挫折和打击也会消沉。这种理解引发了他莫名的痛快，尽管不愿承认。看到哥哥颓废的样子，他心中的负担轻了许多，自信的相信自己的优秀。哥哥，你不能再喝酒了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你要重新振作起来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走吧。时间一晃，你们已经15岁了，竟然都有古尸资质，尤其是方正，舅父舅母都替你们感到骄傲。我给你们每人6块原石，你们兄弟俩拿去炼化蛊虫极耗真元，这些原石你们需要。谢谢舅父舅母，侄儿正需要原石来补充真元啊！你们把侄儿养这么大，养育之恩，侄儿铭记在心，永生不忘。快坐下，快坐下！你们兄弟俩虽然不是我们亲生的，但我们一直都把你们当作亲生儿子抚养。你们能有出息，我们也感到骄傲。我们膝下无子，有时候在想，你们真能成为我们的孩子就好了。我和你们舅母商量过，想把你们过继到我们家来，成为真正的一家人。方正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说实在话，自从双亲死后，侄儿就很渴望一家团圆的日子，能和舅父舅母成为一家人，这太好不过了。那你就是我们的乖儿子了，还叫舅父舅母吗？父亲、母亲。好儿子，不枉费我们夫妻从5岁就抚养你，可养了你整整10年啊。方圆，你的意向呢？既然如此，方圆侄儿，我们也不会勉强你，只是你已经15岁了，也该独立门户，这样一来也方便继承你方家之脉。舅父这里为你准备了200块原石，算是给你的资助。200块原石啊！舅父舅母，若没其他事情，侄儿就先告辞了。为什么哥哥200块原石都不要？父亲、母亲，哥哥是一时想不通，不如让我来劝劝他。哎，这事不能强求，你有这个心，为父已经很欣慰了。来人，把方正少爷带下去，好生安住着。那儿子告退了。看来方圆这个小兔崽子已经看破了我们的谋算。古月一族的族规中，16岁的长子有继承家产的资格。方圆的双亲留下一笔不菲的遗产，都被舅父舅母保管着，这些可不是区区200块原石可比的。若是方圆过继过去，或者自立门户，都会失去继承家产的资格。幸亏我们笼络住了方正，而方圆只有丙等资质。那老爷，方圆摆明了是要在16岁独立出去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哼，他既然心怀不轨，也就怪不得我们了。只要抓住他犯的大错，将他逐出家门，也就失去了继承的资格。可是方圆这小兔崽子聪明得很，怎么会犯错呢？你真是蠢笨，他不会犯错，难道我们就不能陷害吗？就让沈翠那个丫头先去勾引方圆，然后再大叫非礼，我们当场人赃俱获，再栽赃他个酒后乱性、丧心病狂的罪名，还怕逐不出方圆？妙计啊，老爷，还是你有办法。方正少爷，这可是老爷亲自叮嘱老奴，特意为您整理专门腾出来的房间呢。这很好，真是不错，谢谢沈妈妈了。应该的，少爷您尽管吃好睡好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吩咐我们这些下人。这一次一定要夺得第一，不让舅父舅母失望。舅父舅母此刻应该在合计着，
怎么将我逐出家门吧？前世是暗中唆使下人挑衅我，然后栽赃我，不知道这一世会有什么变化。事实上，亲情根本就没有。当初舅父舅母收养方圆、方正，根本目的就是贪图遗产，只是方圆、方正两兄弟频频让他们意外。万事开头难，对我而言更是如此。我没有过人资质，也没有师长关照，等于是白手起家。双亲的遗产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大跳板。前世遗产被舅父舅母夺去，害得自己整整耗费了2年，才修行到一转巅峰。这一世，这个错误不能再犯了。方正少爷，洗澡的热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，那就拿进来吧。奴婢见过方正少爷。方圆只是个丙等，方正可是甲等资质，能攀上他才是真正的大富贵。已经下了3天3夜了。3天前的那晚，他拎着2坛酒出了山寨，在周边继续探索，但到了深夜就下起了瓢泼大雨，无奈之下，方圆就只能终止了探索。这样一来，九重短时间之内就寻不到了，保险起见，只能先炼化月光谷了。在这炼化的过程中，能寻到9重最好，得不到也只好这样将就了。方圆心境很平稳，500年的经历早就洗去了他性情中本来就少的浮躁。炼蛊艰难呐。此时他空窍元海已经消耗了1大半，只剩下1成的真元，而月光谷才炼化了1/12，而且更叫人难以接受的是，月光谷仍旧散发着幽蓝的光晕。方圆虽然停止了炼化，但是他却没有停止反抗，仍旧在驱逐方圆的真元。方圆可以清晰地感到月光谷中的真元正在一点点被月光谷驱除出去。照着速度估算，大约6个小时之后，月光谷就能将方圆的真元全部驱除，到那时再来炼化这股虫，和从头祭炼没有分别。每一次炼蛊就像是两军在打消耗战，蛊虫只祭炼了1/12，而我的真元却消耗了整整3成。古时炼蛊就必须一边补充元海真元，一边持续不断的祭炼。炼蛊考教的不仅是调动真元的技巧，还有持久战的耐心。大约半个小时之后，元海恢复到4成后，就戛然而止。这是丙等资质的限制，资质越高，存储的真元越多，恢复速度也越快。方圆必须吸收原石来炼化蛊虫，但甲等资质的方正每小时能补充8分真元，几天后就能靠自己成功炼化月光蛊。这场考核中，方圆明白自己无法取得第一，因为资质和原石充足程度是关键因素。我手中只有6块原石，无法与有长辈支持的古月漠北和古月赤城相比。丙等资质的我在这场考核中没有胜算，还不如分散精力去寻找9重。若是能将9重炼成本命蛊，可比月光蛊要好多了。窗外的雨声好像渐渐小了，连续下了3天3夜的大雨也该结束了。方圆少爷，是奴婢，这3天雨连着下，于是给您带来了一些酒菜，少爷吃喝一些也能解解乏。我正有些饿，你来得好，给我端进来吧。方圆少爷，这酒菜可香了，奴婢隔着食盒都闻到了呢。来，少爷坐嘛，奴婢今天斗胆，想陪少爷您喝一杯呢。方圆少爷，奴婢一直都喜欢着你，不管是什么资质，奴婢都想陪着你，过了今晚我就是你的人了。原来是这种套路。方圆少爷，您说什么呢？少爷，您弄疼我了。看来舅父舅母是让你来陷害我了。这么说来，楼下应该也安排好了人马了吧？不过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来诱惑我？沈翠，你觉得我能不能杀了你？若是方圆恶声恶气的大吼咆哮，沈翠说不定还会剧烈反抗，但是他害怕了，他毫不怀疑眼前的少年会真的动手。天哪，我为什么要来招惹这样的魔鬼？念在你作为贴身丫鬟服侍我这么多年的份上，这次就饶了你。你不是想脱离奴籍吗？去找我弟弟吧，他可是又傻又天真。你走吧。居然安排了个美色陷阱，倒是比前世有新意。舅父舅母，你们这番恩情我深深的记下了。沈翠那丫头怎么这么久都没给信号？不管如何，这住处是不能待了。
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只有傻子才置身险境。掌柜的，有房间吗？有的，有上房，不仅便宜，而且都收拾得很干净。一层是饭堂，客官可以在这里用饭，也可以叫店家伙计专门送到房间里去。给我一间上房，我先住下，再给我准备2坛酒，3、4样小菜，多退少补。好嘞，客官是要在房间里吃，还是在大厅图个热闹？干脆在大厅吃完，然后直接去探索花九行者遗藏好了，就在大厅吃吧。以我的资质要炼化月光骨，必须要借助原石。若是运气好，这月光骨意志不顽强，只需要5块；若是顽固不化，就麻烦了。蛊虫也是生灵，自然有求生的意志，有的意志强大，会一直抵抗蛊师的炼化；有的意志弱小，炼化起来就相对轻松。我现在身上只有6块原石，2块已经给了店家，还只剩下4块，有些不够啊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原石是硬通货，普通人家1个月的生活费最多也就1块原石，但是对于蛊师来讲，原石的消耗就大了。就像方圆单炼蛊就需要平均7块原石的样子，这还只是月光蛊。若是真的找到了九虫，要炼化它，以方圆的资质，至少得再添上10几块原石的支出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即便找到九虫，也未必有原石来帮助我炼化它。不过，也许花九行者的遗藏中很有可能拥有大量的原石。张老弟，来，再喝一杯。风大哥，兄弟们佩服你的本事，一个人就搞定1头黑皮野猪，真是好汉。这杯酒你必须得喝，不喝就是不给兄弟们面子。谢兄弟们抬爱，但我实在喝不下了。风大哥喝不下，是嫌弃这酒不好吗？小二，你过来，给爷几个上好酒。几位大哥，好酒是有，但是可有些贵呢。怎么，怕爷几个不给钱是怎么的？小的哪敢瞧不起诸位英雄好汉，只是这酒一坛可值2块原石呢。真有这么贵的酒？你可不是骗我们的吧？诸位兄弟，不要再破费了，今天已经喝不下了，这酒改日再喝吧。哥哥，这是什么话？这哪里成啊？呵呵，真是好笑，一个个瞎咋呼什么？买不起酒就乖乖的闭嘴，缩一边去。谁说我们买不起？小二，就上那坛酒来，老子给你原石，不就2块吗？客官稍等，这就来。几位客官，不是小的吹牛啊，这可是上好的青竹酒，整个山寨就我们客栈独一家，你们闻闻这酒香。自己一时冲动就买了此酒，这店小二也太不地道，立即就上了酒，现在风泥都开了，就算是想退货都不行了。妈的，这酒好，哥哥们敞开了喝，今天这酒兄弟我请了。就这一小坛酒，哪够6个人喝的？有种的再买几坛啊！小兔崽子话挺多呀，来站出来，跟哥哥练2手。哦，那我可站出来了。他是一转蛊师，你不是想找我练手吗？来啊，动手啊！或者你们一起上也行。不敢不敢。冲撞了大人，我们罪该万死。你们这些猎户真是有钱啊，比我还有钱啊！居然花了2块原石买酒喝。你知不知道我正为原石发愁呢？居然敢在这个时候在我面前炫富，你们这些凡人也配？蛊师大人若喜欢，拿过去喝好了，就当是小的冒犯大人，向大人赔罪。哼哼哼。这个青年蛊师的服饰，只有正式蛊师才能穿戴，就算是方圆也还没资格，只有从学堂毕业之后才能从家族中领取。青年蛊师腰带铜片上的一字，表明了他一转蛊师的身份，但他已经有20好几岁的模样，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真元气息，应该是一转高阶。15岁开始修行，到了20多岁还只是一转高阶，这说明青年的资质只有丁等，比方圆还要差一筹，很有可能只是一位后勤蛊师，连战斗蛊师都算不上。有了力量就能高高在上，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。好了，姜牙，教训一下就得了，不要为难这些凡人。传出去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你们有种的继续喝，就喝青竹酒，我倒要看看谁还敢喝这酒。小二，给我上坛青竹酒。他刚放下狠话，就有人要这坛酒，这不是专门打他的脸吗？但当他感受到方圆真元的气息的时候，瞬间变成了笑脸。原来是位学弟。蛊师大人，您的酒。
终于找到你了，花九行者。你动一下试试。自己竟然被跟踪了，难道是客栈的那个一转古尸江牙，又或者是舅父派来的人？刹那间，他心中闪现出无数的念头和猜测，并且急速思考着解决之道。方圆可以感觉到这短短的一句话中充满了深深的杀机。自己此时只是一转出阶，连本命骨都没有，战力接近于零，怎么打？你已经中了我的独门独骨，没有我的对应解骨，7天之后必死无疑。你是想要9重，我可以给你。我给你，我都可以给你，只求你饶我一命啊！花九行者大人。古月英雄，枉你年纪轻轻就有5转修为，本来还以为是个人物，没想到如此不堪。呸！花九行者。和花九大人相比，晚辈算个屁！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花九大人，请您看在先前我族倾情招待的份上，饶我一命啊！这是4代族长。呵呵，倾情招待，我诚心用原石购你族的月兰花，但你居然在酒里下毒，你们也太小看我了！我闯荡天下，以花酒为名，怎么可能中了这毒？大人，请饶我一命吧，我愿意吃奴隶骨，成为大人的奴才，为大人效命。哼，奴隶骨是5转蛊虫，我怎么会有？不过你中了我的毒蛊，以后每周给我按时提供月兰花和原石，我就留你一条狗命。谢大人不杀之恩。不要磕头了，什么古月天才，5转强者名不副实，你给我好好侍奉，这也是你保命的。你怎么还有蛊？魔道中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和我大战许久，也没几个蛊虫了吧？怎么能克制月影蛊？你乖乖投降侍奉我，还有一条活路。去你娘的！你疯了吗？我们完全可以好好商量。族长，魔道中人，果然个个都是疯子。杀了这魔头，为族长报仇！不怕死就来吧。该死，月影蛊发作了，以后再来收拾你们。原来如此，这才是真相吗？那帮家老居然篡改了历史。这将影像声音留在石壁上的手段，是花九行者布下的留影存生蛊，此蛊能刻印影像，并且投射出来。难怪前世那个蛊师不敢私吞，原来是怕家族发现这个被清理掉。好不容易探索得来的遗藏，就应该一个人独吞，凭什么要分给其他人？不冒风险，哪来的收益？才15块原石，穷鬼。有了，是9重。接下来就一门心思窝在客栈炼化蛊虫，只要有了本命蛊，就可以住在学员宿舍，并借助家族资源修行。9重可以提炼真元，只要炼化成为我的本命蛊，就可以大大提高我的修炼速度。这9重抵抗力好强，极有可能是花九行者的本命蛊。这样下去，17块原石就不够了，更别想在1个月炼化。除非是有2转3转蛊师相助。他双亲已经亡故，舅父舅母谋算着他，本身又没有靠山，从哪里找外援呢？更关键的是9重的存在不能暴露。天都亮了，先去吃点东西吧。哥哥，昨天晚上为什么没回家？告诉我，你对翠儿做了什么？古月方圆。人家一个小丫头服侍了你这么多年，对你的温柔体贴，我都一一看在眼里。是，我知道你很失落，因为你只有丙等资质嘛。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自己的遭遇而去迁怒他人啊，这对翠翠是不公平的。混账东西，你这是用什么口气对自己哥哥这么说话？那沈翠不过是个小丫鬟，你为了她就忘记我是你哥了吗？哥，你居然打我！从小到大你都没打过我。我是被测出甲等资质，你只是丙等，但是你也不能怪我呀，这都是上天的安排。天真的蠢货，我是怎么照顾你的？双亲死后，我们生活困苦，新的衣服我给你穿，喜欢吃的我让给你吃，被欺负了我帮你找回场子。现在你居然为了一个婢女来质问我罢了，你既然连亲生父母都弃了，重新认了别人，我这个当哥哥的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也知道我从小就很渴望家庭的温暖，从今天起，你不是我弟弟，我也不再是你哥。哥。
你不是喜欢沈翠吗？你放心，她还是黄花闺女。你给我6块原石，我把她转给你了。从今以后，她就是你的贴身女仆了。哥，你怎么？男欢女爱很正常，你坦诚一点，躲躲闪闪的算什么？当然，你若不换，那就算了。换怎么不换？但是我这原石只有5块半了。原石我收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哥哥，趁我还未改变主意，你最好从我眼前消失。跨出客栈门口，他下意识地捂住胸口，觉得心中一阵阵发虚，冥冥中有种感觉告诉他，他好像在此刻失去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。但他很快心头一热，他想到了沈翠以及那个魂牵梦绕的晚上。翠翠，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你了。弟弟走后，方圆面无表情，站了好一会，这才慢慢坐下。早餐已经凉了，伙计殷勤地走过来，问是否需要加热一下。方圆充耳未闻，似乎在回忆着什么。什么？你哥是这么说的？是的，我见到哥哥时，他就在客栈吃早点，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。我的傻孩子，婢女沈翠不是他方圆的私有物，而是我们调配给他的。你想要我把她调给你就是了啊。算了，我再给你拨6块原石，这次要好好用在练蛊上面，夺得此次第一，我们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父亲大人，孩儿惭愧。下去吧，赶紧去练蛊，你已经浪费不少时间了。哼，这个小兔崽子居然拿着我们的人来做买卖，真是狡诈奸猾。老爷，消消气，不过是6块原石罢了。你懂什么？他方圆只是丙等资质，要炼化月光蛊就得用原石。原本6块原石肯定不够，但是现在他有了12块，已经绰绰有余了。而且蛊师的修行，只要资源充足，就算丙等也能提升迅速。他方圆修为越低，1年后夺回家产的希望就越小。现在他刚刚修行，我们卡住他，让他在起步阶段就落后同龄人，家族的资源自然落不到他身上，没有资源辅助修行越加落后，如此恶性循环下去，1年之后看他还能有实力继承家产不？就算我们不遏制他，他1年之后最多不过1转中阶。老爷，你可是2转修为，还怕他？你个笨蛋！我堂堂长辈，难道要和一个晚辈对殴不成？他要索回遗产，合情合理。只有从族规上着手，族中规定，16岁要成家立业者，就至少得有1转中阶的修为，否则就说明他方圆没有资格。这个方圆实在太难对付了，色诱都被他看破，这是什么心智？哎，要是他能和方正一样傻就好了。对了，今后你要对方正好一点，他可是甲等资质。而且他对方圆很不服气，很不甘心，这情绪很好，要好好引导。我有一种预感，他将来会是对付方圆的最好利器。我花了2天2夜，耗费12块原石，才将9重炼化到1/15。按照时间来算，也就是最近这几天，就会有人炼蛊成功了吧？一时的落后不算什么，只要有了9重，不好，蛊虫反噬。顿时，方圆感到一股强大的意志从9重的身上传来，直接越过真元，降临到他的空窍元海。蛊虫反噬的情况十分罕见，只有那种意志极为刚强的蛊虫才会奋尽全力，不成功则成仁。竟然敢入侵我的空窍，看来要孤注一掷了。只要我顶住这一波冲击，后面9重的意志就会大大削弱。来吧，花9行者，看看谁的意志更强。这熟悉的气息是。这熟悉的气息是春秋蝉。没有想到春秋蝉竟然跟着我一起重生了，原来它并非是一次性的消耗补，而是可以重复利用的。春秋蝉虽然是6转蛊虫，但一下子逆转500年光阴，导致元气大损，所以在空窍中沉睡。不过幸亏如此，不然方圆1转蛊师的空窍根本就容不下他，直接就会被他的磅礴气息撑破致死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它居然是我的本命蛊。9重是本命蛊的上之选，但是和春秋蝉一比较，它就是地上的泥渣。巨大的喜悦没有冲昏方圆的头脑，他很快冷静下来，开始思考春秋蝉给自己带来的影响。春秋蝉目前虽说虚弱至极，但我如果只利用它的气息，这对它本身是没有任何损害的。春秋蝉。果然，如此一来，炼化蛊虫就轻而易举了。原本以为得不到第一，讲不到峰回路转，现在就去学堂领取头名奖励。
3更半夜的，是谁在外面？禀告家老大人，有一位学员他已经成功炼化了月光谷。是哪个学员得了今年的第1？是古月方正吗？好像是的，好像就是方家之脉。算算时间，也该是他。做得好，古月方正，你没有让我失望，果真是有甲等资质的天才。家老大人，你认错了，古月方正是我的弟弟，在下古月方圆。你是古月方圆？正是晚辈。这么说，你就是本届第1。如果没有比我更早的人的话，貌似是这样的。这些天我刻苦修行，终于将月光谷炼化成功了。我是甲等资质，又如此努力，没有人会比我更快。父亲母亲我说过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等着吧，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族人们，还有哥哥，从今天起，就让你们对我古月方正刮目相看。古月方圆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怎么，哥哥刚刚来过这里？先不管这些了。2位大哥，我是古月方正，我已经成功炼化了本命谷，是来领取头名奖励的。你是古月方正，你们兄弟俩长得太像了，难怪家老大人都认错了。你来晚一步了，就在昨晚半夜，你的哥哥古月方圆领取了头名奖励。我哥哥，等等，你说他得了第1，这怎么可能？哥哥他不是只有丙等资质的吗？得了第1，开玩笑的吧？是真的，稍后就会放出榜单。怎么，这事你哥哥没告诉你？怎么会这样？开玩笑的吧？如果是有家族支持的古月漠北和古月赤城，我还能理解，但凭什么是他？我这么努力，他却整天喝酒，喝得烂醉，结果却得了第1，这还有公理吗？漠北还没有继续练蛊吗？自从上午听到了有关方远的消息，少爷似乎深受打击，没有心情继续炼化月光谷了。哼，古师修行，步步艰辛，这点小挫折算得了什么？那方圆不过是个丙等，之所以能的第1，想必也是因为运气，连这点挫折都承受不来，那他将来怎么执掌我们墨家之脉，怎么和赤家之脉抗衡，谁也不准劝导，让他自己好好想想。是，老爷。赤城，这炼蛊一看资质，二看蛊虫，想必方圆这次是运气好，选了个意志薄弱的蛊虫，才拿了第1。原来是这样，所以放下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方圆他不配成为你的劲敌，你真正的强敌是甲等资质的方正和墨家的漠北。好的，孙儿明白了。好，孙儿放心，爷爷等会利用3转蛊虫的气息，帮助你炼化这只蛊。月光谷是我们古月一族的标志蛊虫，就像熊家的熊力蛊，白家的溪流蛊。接下来就由老夫亲自演示如何催动月光谷进行攻击。首先用意念调动月光谷转移到自己的手心，然后调动空窍中的真元灌入到月光谷中。太厉害了，好美呀！都看仔细了，最后一步就是像我这样将它发射出去。接下来你们各自好好练习，3天后检查成果，谁的成绩最好，谁就能获得10块原石奖励。都听到了吗？大家在10块原石奖励的刺激下，都开始努力的练习使用月光谷。哥哥，你上次得了第1，是因为运气好，选了一个意志薄弱的月光谷。古师修行不可能总依赖运道，我会赢你的。不会是哥哥吧？刚刚这记月牙发挥的不错，是你发的吗？这个男学员有些手足无措，刚刚场面太混乱，都是月刃在飞，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发的。好像可能是的吧。原来不是哥哥发的。可恶，每一记月刃都要消耗掉1成的真元。月刃的消耗太大了，我是丙等资质，只能连续催发出3片月刃。要使用月刃，无非是熟能生巧，资质高的人空窍中真元就多，就有更多的练习机会。古师修行就是这么残酷，我还是多多关照那些资质高的学生吧。一天很快就在众人的练习中度过了。今天真是开心，尤其是学会了使用月光谷。
月刃空中飞舞，真是太帅了。大家一起去吃饭吧，顺便喝点酒。你们先走，我去学堂古石旁的铺子买具草人傀儡，好方便回家练习。方圆独自一人来到古石旁的铺子，铺子里有7位学员正在为购买草人傀儡与店主还价。就3块原石，不讲价。是学弟啊，原来是姜牙学长。学弟也是来购买草人傀儡的吗？给你打个折怎么样？3块原石。不用了，我买10片月兰花瓣。10片月兰花瓣，一个不少，你点点。古尸炼蛊用蛊，同时也得养蛊，而方圆现在拥有3只蛊虫。月光蛊需要吞食月兰花瓣，九虫需要清煮酒，而春秋蝉则更奇特，它直接从光阴之河中喝水，维持生机。现在每天喂养蛊虫就要消耗1块原石，舅父舅母也断绝了我的生活费，目前只有20块原石了。看来3天后的月刃考核，我该表现一下，拿下那10块原石奖励。公子，告诉您一件事，不久后会有商队过来山寨，按照惯例，他们都会收购我们店里的清煮酒。公子最近都来买酒，掌柜怕到时候卖了商队，恐怕就所剩无几了。方圆需要喂养9虫，所需清煮酒的量是很大的，但他不可能一天喝上数坛酒，日子久了就会引人怀疑。那就再买5坛，等会儿跟我放到学堂宿舍去。好的，公子。幸亏我的春秋蝉是食用光阴，而不是其他食物，要不然我早就破产了。越高端的蛊虫越难养，普通的蛊虫一天就要1-2块原石，就像春秋蝉的食物是光阴，其实更加珍贵。但俗话说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你有再多的钱，能买到光阴吗？买不到。拳脚是古尸前期的基础，现在我给你们演示一遍。这个拳脚教习很务实啊，可惜教的毫无章法。你们下课后好好练习，接下来就是你们月光蛊的使用考核了。今天是检查成果的日子，现在你们依次上来，使用月刃进行3次攻击。反正自己争夺第一也没有希望，干脆放弃，省点原石好了。和少女一样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，蛊师到处都需要用钱，但普通人哪里来的那么多钱？手头拮据是蛊师常常面临的困境。这些人真是可惜又可悲，为了些许原石，放弃了进取的机会。原石是拿来用的，像个守财奴积蓄原石，干嘛成为蛊师呢？做得不错啊。还不错啊。还是方圆，还是方正？是方正。方圆总是一脸冷漠。卧槽，打偏了，本来瞄准的是胸膛的。方正的成绩和莫赤诚不相伯仲，就看学堂家老评分了。这样看来，今天考核的头名应该在他们3人当中产生了。等等，方圆上场了，就是那个丙等的冷酷天才，呵呵。哥哥，这次可不比上次了，我努力练习了那么久，一定能超越你。这也偏得太离谱了吧？的确是天才啊，难怪得了炼蛊第一呢。果然是垃圾啊！我为什么还抱有期待？仅剩下2次出手机会，不可能了，哥哥，我终于赢你了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接下来我会一次次的赢你，直到将我心中的阴影全部驱除，我才是最优秀的。古月方圆，好好努力。好的，家老大人。可恶，竟然又被他夺了第一。那2记月刃连续打在傀儡的脖子上，这到底是他又走了狗屎运，还是真正实力？
你们如今本命蛊的使用也熟悉了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会教导你们如何温养空窍，提升蛊师的修为境界。一转蛊师是青铜真元，二转蛊师有赤铁真元，三转蛊师是白银真元。一份赤铁真元可比10份的青铜真元。但你们要记住，蛊虫只是工具，修为才是蛊师的根本。修为越高，才能驱使越强大的蛊虫。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，谁能率先晋升到一转中阶，就能获得30块原石和挑选第2头蛊虫的优先权。3个月后，我们会根据成绩设立1名班头，2名副班头，班头将享受10块原石的补助，副班头也有5块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大家都散了吧。要设立班头和副班头了，班头的福利居然这么好，要是我能成为班头就好了。关键是班头代表着荣耀，普通学员见到班头都要鞠躬问好的。没错，我一定要成为班头，让哥哥今后见到我都要鞠躬行礼。等等，哥哥去哪里了？古月方圆呢？跑得倒挺快，看来今天的考核又走了一次狗屎运。算了，不过10块原石的奖励吧。几个班头的位置就让他们摩拳擦掌了，还真是热血天真啊！殊不知这些只是上位者调动下属积极性的价值观工具罢了。500年的人生经历让方圆知道，一切组织的本质就是资源再分配，越高层享受越多资源。前世方圆在中州创立了血翼魔教，教众多达数万人，又设魔兵、魔将、魔帅等位置，给予相应的福利，让无数人趋之若鹜，为方圆所驱使。这样的经历让他对此中道理洞彻心扉。所以，任何组织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资源，而原石就是蛊师修行的首要资源。他挡在大门中央干什么？哼，每次看他这副死拽的样子，我就很不爽。不用管他，我们走。打劫，每人交出1块原石才可以离开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方圆，你脑袋烧糊涂了吧？竟然站在学堂大门口来勒索我们！滚开！你区区一个丙等也敢挡小爷我的路？卧槽，你真敢动手！古月北拒婚死过去了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我们人多，方圆就1个人，一起上。他有500年战斗的经验，而这些少年才刚刚修行罢了，怎么会是他的对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方圆他要抢我们的原石。好了，都乖乖的给我交出1块原石，我就放你们走，否则的话，地上这些人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放你妈的屁！就凭你一个区区丙等，也想战胜我堂堂一等？方圆的攻击手段在他们眼中变得高深莫测起，但其实方圆下手很有分寸，被他击倒的人只是昏迷，重伤的没有人。交还是不交？交还是不交？交个毛！大家一起上！太凶残了，太可怕了！他们不会死了吧？你别过来，我们交。好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不是古月漠北吗？算了，估计你们也不会老实交。等等，你问都没问，怎么知道我们交不交？反正结果是一样的。家老大人，我们就一直看下去，不阻止他吗？这个方圆简直是目无法纪，只要大人一声令下，属下就拿下此子。此子是天生的战斗蛊师啊，可惜资质只有丙等，到底是差了一筹。大人，您不打算阻止这场闹剧吗？任由他这样胡闹下去的话，影响不太好吧？为什么要阻止？此子已经掌控全局，下手极有分寸。你们看这些倒在地上的少年，哪一个是受了重伤的？没有。就算有重伤又怎么样？难道学堂中的治疗蛊师还不能治好这种跌打损伤吗？可是此子实在太嚣张了，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哼，把你们放在眼里，你们不姓古月算什么东西？看你们忠心，给个侍卫的位置，一个奴仆也敢妄议主子，管主子的事情。属下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妄议主子，革去头领之职。
半个月后重新考核新的头领。侍卫头目每个月能多拿半块原石，在他们眼中，当上头目就是人上人，除了主子们，其他人都不放在眼里。好了，都杵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滚下去！等斗殴完了，清扫场地去。属下告退。你别过来！再过来，我们就用月刃射你了。你们胆子真大呀！忘记学堂的规矩了吗？学堂内不允许使用蛊虫进行打斗，否则就要被开除。你们要想被开除，就尽管出手吧。好像是有这条规矩。你不要打我，我都给你，我都给你。我早就说过，只取1块原石，你可以走了。这个少女怕是只能作为后勤古师，在家族里从事生产，别指望她上战场了。倒是这个方圆有些意思，有战斗天赋，更知道分寸。学堂中的补贴本来就只有3块，被拿走1块，无伤大雅。哥哥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胆子也太大了！我劝你快向学堂家老主动认错，否则你闹出这么大的事情，可不是开玩笑的，说不定就要被开除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看样子哥哥还不是彻底疯了，能听得了劝说就好。1人1块原石。什么？就连我也要交吗？我亲爱的弟弟，你当然可以不交。真好啊，我要是他弟弟就好了。就是，但是你的下场就会和他们一样，连亲弟弟都不放过。我们打不过他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还是先交了渡过眼前难关。没错，先交了原石，反正只交1块，回去后汇报给师长，有他好受的。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，剩下的少年们都带着不忿的眼神，乖乖的接受了方圆的保护。等一等，方圆，你难道想出尔反尔吗？难道你们会觉得我会蹲下来一个个搜他们的身吗？好了，方圆，我们懂你的意思了。迫于方圆的淫威，他们只好一个个搜出地上少年们的钱袋，并从中取出1块原石，交给方圆。全班共有57人，就有了56块。之前原本有20块，花了10块买了青竹酒，再加上他自己的补贴和奖励，如今手头上有79块原石。暂时喂养蛊虫就不用担心了。都速度点，把小主子们都妥善安排好了。我要将空壳中4×4的元海都转换成中阶真元，需要耗费18%的初阶真元。这还是有9虫帮我提炼的情况下，想要尽快达到1转中阶，就得借助原石了。公子，您买的20坛青竹酒到了，拿进来吧。现在又只剩下39块原石了。听说你今天被方圆打了？是的，更可气的是，学堂方面居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次您可得帮我出这口恶气啊！爷爷不会为你出头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爷爷，您是希望我靠自己的力量找回场子是吗？这只是一方面，你要记住，你是我们赤支分脉的形象，要能够独当一面。好的，爷爷。你接下来需苦练基本拳脚，把场子找回来，同时也要努力修行，争取班头的位置，这是莫大的荣耀。父亲母亲，事情就是这样子的。方圆这次犯下如此大错，估计不久后就要被学堂开除了。好了，你少说几句吧。你不过失去1块原石，去账房领1枚就好了，下去好好修行。以你的甲等资质，我和母亲都期待着你成为第一呢。那孩儿告退了。哥哥恐怕真的要被开除了，到那个时候，我该不该为他求情呢？不用求情，他连你这个亲弟弟的原石都抢，就算被开除，也是咎由自取。他可是你亲哥哥，血浓于水啊！好吧，即便你不认他，也得求情，不然别人会觉得你无情无义的。老爷，我看方圆这次肯定要被开除了。方圆不会被开除的，甚至可能任何惩罚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古师，
不会明白，学堂里并不禁止学员之间的争斗，甚至保持鼓励态度，打斗越多，对战斗就越有帮助。那方圆抢了这么一大笔原石，就这样放过他了吗？方正是甲等资质，总有一天会比他强大，我们就利用这件事情挑拨方正，让他彻底远离方圆，为我们所用。嘿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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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！学员们转变太大了，只是其中有一个叫做方圆的，还是一样的懒散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所说的这个方圆，就是导致其他人转变的源头啊！经此一事，方圆毫无疑问成了公敌，被所有人敌视和孤立。少年们勤学苦练基础拳脚，他们已经决定务必要亲手把场子找回来。方圆，你抢一次不够，还想抢？每人1块原石，就可免受皮肉之苦。方圆，你欺人太甚，我要向你挑战。漠北，你太没用了，看我的！方圆的战斗经验岂是他们可比的？他带着一个鼓鼓的原石袋子悠然而去。兄弟们，快来收拾场子了！我苦练7天，想不到只在方圆的手中支撑了2招，耻辱，耻辱啊！小弟跟牧人傀儡有深仇大恨吗？这么恨他？姐姐，你回来了。家族委派了侦查任务，出去了10几天。小弟，你脸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？谁欺负的你？没什么事，这是我不小心磕到的。好吧，那你可得小心点。回来了，在外面侦查了半个多月，那狼巢的情况怎么样？爷爷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除了你能仗着我的宠爱不守规矩，连门都不敲一下，还能有谁？哪有？对了，小弟怎么被人打了？我刚问他，他撒谎了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。狼巢差不多要满了，按照这种繁衍速度，虽然今年不会有狼巢，但是来年必定冲击我们山寨。每3年基本上都会有一次狼巢，这并不稀奇，只是那狼群中有多少只雷关头狼呢？大约有3只。古月墨尘放下心来，雷关头狼是狼群中的首领，最棘手的存在。3只头狼并不算多，因为青毛山上有3家山寨，每个山寨分担1条，狼巢冲击的压力就会大减。爷爷，您还没告诉我小弟的事情呢。漠北是被人打了，是他的一个同窗，叫做方圆，但是他打得好啊。爷爷，您这是什么话？漠北可是你亲孙子。莫言啊，失败和耻辱会使人进步，把这个对手留给漠北吧。你不要去找方圆的麻烦，知道吗？是，爷爷，孙女明白了。爷爷，你有你宠爱孙子的方式，而我莫言也有爱护我小弟的方式。古月方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古月方圆，你大祸临头了，居然敢打我们漠北少爷！你就是方圆，呵呵，吃的挺香嘛。谁告诉你我是古月方圆？主子，奴才。他虽然有方圆的画像，但也知道方圆和方正是孪生兄弟，相貌极为接近。难怪这个少年有恃无恐，原来他是方正。方正是甲等天才，纳入族长一系，可不是方圆能够比的。该死！你不是想找方圆吗？跟我来吧，我带你去学堂宿舍找他。如果眼前这人是方正，我不想得罪他；如果是方圆，我跟着他也不怕他假冒。好，我跟你去学堂。站住！家族学堂只允许本族古师出入。放肆！连我都不认识了，居然敢拦我！莫言小姐，小的们都把您印在心里呢。这样吧，
您可以带一个家奴进去，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。莫言虽不情愿，但在族规面前，他也不敢公然违背。莫家虽然强盛，但是也有赤家和族长一系相互制衡。你们都留下，高婉跟着我。多谢大小姐赏识。学弟，你最好解释清楚，这里可没有人。哼哼哼，我不就是人吗？我要找的是方圆，不是方正。我可从没说我不是古月方圆。我看你真是狗胆包天，连姑奶奶我都敢骗。莫言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家族中明文规定，学员在学堂中是受到保护的，任何人不得擅自闯入宿舍擒拿学员。莫言只想教训一下方圆，但绝不想承担违背族规的风险。我自己违背族规也就罢了，就怕连累到家里。现在你已经找到方圆了，你有什么话就说吧。他和莫言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，但因为族规却成了天堑般遥远。方圆啊方圆，你倒是对族规研究得很透彻嘛，可惜你也只能暂且拖延罢了。姑奶奶，我就不信你不出来。那我更要看看你能堵我到什么时候。若是第二天的课堂上没有我的身影，学堂家老追查下来，你觉得我会怎么说？你真以为我不敢拿你怎么样？那你动手吧。你以为我会中你的激将法？方圆早已看破了莫言的心性，他转过身，将后背完全暴露。此时莫言来抓他，极可能一击得手，但是莫言却没有动弹，好像前方有一座无形的大山阻碍着他。真是可悲啊！有的时候，阻止人行动的，往往不是物质上的难题，而是心灵的枷锁。规则是用来利用的，而不是被它束缚。这个方圆居然当着我的面修炼，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他恨不得直冲上去给方圆帮两拳，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。莫言忽然感到有一丝后悔，他现在有一种骑虎难下的尴尬。方圆，你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高婉，你给我盯着，我就不信他不出来。小的遵命。古师要提升境界，就得不断的消耗真元来温养空窍。你个区区丙等的资质，充其量不过是个2转古师，有什么好修炼的？单凭你一个人，怎么能和我们整个的墨池分家抗衡？九重，寻常学员要晋升修为，都是用1转初阶的真元，而我用9重提炼的中阶真元，效率比他们高出至少2倍。同时用中阶真元催动月光谷，发出的月刃也更加强大。直到元海中都被提纯精炼成1转中阶真元，方圆这才睁开双眼。看来那个2转女古师已经离开了，留下这个高婉在这里看守我，呵呵。你终于舍得出来了，乖乖的束手就擒吧，跟我走，向我家大小姐磕头认错吧。臭小子，不知死活！这个高婉已经处在凡人武艺的巅峰，单论拳脚不是他的对手。五岳山寨中只有五岳族人才有修行古师的资格，但是凡人可以修行拳脚功夫，就像眼前的高婉，足以杀死1转初阶的古师。这个小子太阴了。高婉在外面待了大半个晚上，身子都被寒潮湿气包裹，反应有些缓慢，刚刚一击就差点被方圆得手了。不能再大意了，抓住这个小子，到时候大小姐说不定。反正1转初阶的月刃，我扛得住。打劫学员们时，方圆以制服为主，现在和高婉相斗，他不再留手。这小子招招不离要害，我就不能下杀手，看来只能等他力竭在佛盾。
方圆并没有占据上风太久，此刻他已经气喘吁吁，而高婉气息仍旧绵长幽深，双方的体力有很大的差距。小子，你打不过我的。族规中有规定，在学堂不能动用月光，你今天完蛋了。我现在身体还没有长成，素质不如这豪奴，看来只能……小子，你在学堂里动用蛊虫战斗，就是违反族规。违反了又如何？他学习族规，从来都不是为了遵守族规。怎么会这样？一转初阶的月刃怎么可能切断我的骨头？这只有一转中阶才能做到。他当然不知道，方圆虽然只是一转初阶的蛊师，但是因为九重的提炼，却有了一转中阶的真元。不好，这小子有古怪！救命！救命啊！你走得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有人叫救命呢？这只是个家奴，犯不着帮他。把他留下就已经是给墨家面子了。方圆不过是个文弱少年，但是却杀了一个强壮的成年人，这就是蛊师的力量。高婉的伤口会暴露我中阶真元的秘密，进而暴露九重，从而联想到花九行者。可是看到的人又太多了，难道把他们都杀了？方圆公子，这里交给我们处理就好了。刀给我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方圆杀人了。当时好多侍卫都看到了，那人想要求饶，方圆不允许，直接打了。不止呢，方圆连尸体都不放过，拖回了宿舍给分了。真的假的啊？骗你干什么？听说是墨家的一个家奴。那漠北这下麻烦了。漠北脸色苍白的坐在位置上，没想到方圆居然杀了人，还杀了他熟悉的高婉。我竟然和这种凶残至极的人打过架，我居然还活着。学堂家老对于一个家奴的死并不在乎，在蛊师的世界，力量至上，杀人是极为平常的事情。但眼前这个少年不仅第一次杀人，还将其尸体砍成肉泥泄愤，这就不简单了。方圆，知道我召见你是因为什么吗？我在学堂里动用月光蛊，违反了族规，应该受到30块原石的惩罚。你休要在老夫的面前装傻！我问你，高婉之死是怎么回事？高婉此人以下犯上，不仅堵我的房门，还想杀我。我为了自卫，不得已动用月光蛊，侥幸杀了此贼。我怀疑此人是其他山寨的卧底，还请家老明鉴。现在高婉死了，随便方圆怎么说都可以，他只是个家奴，学堂家老对此根本无所谓。但是他担心的是墨家的反应，他管理学堂，需要给墨家一个交代。那我问你，高婉的尸体你是怎么处理的？我把高婉用一个木盒子盛了，放到了墨家的后门口。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多说无益，你先下去，过几日就有惩处下来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人啊，你不能死，你死了，心就没了。我希望就将会失去栖息的地方。我也不想啊，但是天帝要我死，我不得不死。凡事都有希望，只要你抓住兽骨，你就能增添新的兽力。可是兽骨静止时，谁都察觉不了它。当它飞行时，比光还快，我怎么可能捕捉到它呢？人啊，凡事都不要放弃希望。我告诉你，在大地的西北角上有一座大山，山顶有一个洞，洞中生活着一元一方2只蛊虫。你只要能降服这2只蛊虫，就可以捕捉天底下所有的蛊虫，包括兽蛊。人族已经走投无路了，这是他剩下的唯一希望。于是他耗尽千辛万苦，来到了2只蛊虫所在的山洞。但是山洞中一片黑暗，他耗费了许多时间，始终走不出这茫茫的黑暗，更谈不上降服那一元一方2只蛊虫了。就在他陷入迷茫的时候，有个声音从黑暗中传来：人啊，你也想来捕捉我们吗？你回去吧，就算是你有力量蛊和智慧蛊在身，也是不可能的。
力量谷和智慧谷早就都离我远去了，我已经寿元无多。不过只要我心中还有一丝希望，就不会放弃。我明白了，你已经将心交给了希望谷，你是说什么都不会放弃的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就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说出我们俩的名字，我们就为你所用。人祖愣了愣，要准确的叫出2个名字来，这根本就是大海捞针。但他已经走投无路了，只好硬着头皮说名字。他说了许许多多的名字，耗费了很多时间，但是黑暗中都没有回应，显然都叫错了。渐渐的，人祖的气息越来越弱，在这个山洞中，他从老年迈向了暮年。人啊，你快死了，我们可以放了你，但是你冒犯我们，作为惩罚，就把希望谷留下吧。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放弃希望。他继续开口说出名字，终于在他只剩下1天的寿命时，他说出了一个句字。人啊，你说出了我的名字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听你的命令。但是只有我们兄妹在一起，才能为你捕捉全天下的蛊虫，否则靠我一个蛊的能力是不行的，所以你放弃吧。人祖没有理会，他抓紧时间继续说话。就在他生命最后1个小时的时候，无意中说出了“龟”这个字，霎时间黑暗消失了，2只谷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正如希望谷所讲，1只谷是方的，叫做局；1只谷是圆的，叫做龟，合起来就是规矩。人啊，你是第一个降服我们的人，但最好不要让其他生灵知道我们的名字，知道我们名字的越多，我们就得同时降服他们。现在说出你的要求吧。那我就命令你们先给我捕捉1只兽骨吧。好的。规矩2股合力捕捉来了1只80年的兽骨，人族已经是100岁了，吃了这只兽骨后又重新成了20岁的青年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回家喽，乖孙子。规矩，相信碍于规矩，墨家不会追究高婉的死了。我叮嘱过你什么？看看你做的好事。爷爷，您不用发火，那个家奴死了也就算了，反正他又不姓古月。哼，那个什么家奴死了无所谓，但你现在作为长辈去插手小辈的事情，这是坏了规矩。爷爷息怒，只是孙女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那个方圆先是骗我进入学堂，后来又躲在宿舍里不出来，我一走他就杀了高婉，实在是阴险无耻至极。那这个方圆现在看来倒是有些意思。来人，把那个盒子拿过来。这是什么？你打开看看，不就知道了。这是方圆早上放在后门的，他这是想息事宁人，但墨家还抓住这事不放，他就会将剩下的盒子抛洒在正门，彻底闹大此事。到那时，全族都会知道是我们墨家先破坏了规矩。爷爷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此事由你而起，罚你禁闭7天，从此以后不要再找方圆的麻烦。高婉是墨家的家奴，墨家也有管教不严的责任，就赔偿那方圆30块原石吧。是商队来了。是了，如今已经是5月份，商队也该来了。贾老弟，今年来的有些迟啊，一路辛苦了。让古月兄久等了，路上碰到了一群幽血蝙蝠，损失了不少好手，因此拖延了不少时间。能来就好，周真已经备好了酒菜，免我为老弟结婚喜证。族长的态度十分客气。古月山寨需要商队每年都来贸易，而商队也需要和气生财。来一来，看一看，上等的蓝海云茶砖，蛮力天牛骨，能暴涨1牛之力，走过路过不能错过。知心草，上等的知心草，1斤只要2块原石。知心草是蛊虫的辅助食料之一，它能和一些食物搭配起来，喂养蛊虫，节省成本。这些天我抢了2次，总计118块原石，但最近我不断消耗中阶真元，温养空窍4臂，每天都要消耗3块原石，再加上其他费用，现在手中还有98块。方圆心中算计了一下，就转移了视线，因为此刻有更重要的事情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那只赖土蛤蟆就在这里吧？前世就有古尸就在第1晚赌到了它，因此大赚了一笔。没错，这是一家赌石场。
在这个蛊的世界里，蛊虫有各自特定的食物，没有食物，蛊就会慢慢饿死。例如月光蛊没有月兰花瓣，可能就会封印自己陷入沉睡。这个时候，他的身体会被空气中的灰尘积累，慢慢变成顽石。当然，不是所有的石头里面都有蛊虫。像这种小型赌石场，石头中基本没有蛊虫，就算是有蛊虫的石块，也大多是死蛊。不过一旦赌到了活蛊，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大赚一笔。但如果蛊虫极为珍惜，那么不是飞黄腾达，就是被杀人越货。这位公子，您需要什么蛊虫？这边第一个柜台的石头只卖5块原石，中间的10块原石，最里面的20块原石哟。我先看看。500年，真的太久了。记忆都模糊了，只是隐约记得商队到来的第1晚，有一个蛊师花了10块原石，买了块紫金色泽的化石，得到了一只赖土蛤蟆，他因此赚了不少的原石。方圆看了一会，眉头一皱，这柜台上泛着紫金光彩的化石有20多枚，他的原石最多能购买9块，但他必须留下一些维持生活，所以最多只能购买7块。这块石头紫金如星点缀，但是扁平如饼，排除。这块紫金耀眼，但是只有拳头大小，装不下赖土蛤蟆，排除。方圆不断打量观察，排除筛选，蛊虫封印沉眠之后形成的化石浑然一体，世间大多探测手段基本无用，因此赌石只能靠猜测，靠运气。但是方圆不同，他靠着500年的经验和记忆，最终选定了6块石头。我要购买一些石头。原来是新手，那你要选哪一块呢？这6块我都要了。好的，一共60块原石。这是哪家的阔少爷？若是能攀上他，也许就不必在这里当一名店家的伙计了。有人开始赌石了。我们看了1个多小时，都不敢下手。现在有人试水，看看也好。这位公子想要当场解石吗？本赌场免费为您开印解石。我是第1次赌石，意义重大，我要亲手解。这份豪气，果然是个阔少爷。切，有钱就了不起啊！又不知哪来的混小子，出来糟蹋父辈的血汗钱。小伙子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，哪有靠这样选石的，简直是把原石往水里扔。公子好手段。这个少年倒不是一无是处，有一手真功夫。不过这个手法用来解石还是太粗暴了。果然是不靠谱。公子还有5块石头呢。别看了，靠颜色选石头，根本就没有赌的必要。他要是能赌出好蛊，我把地上的石粉都吃下去。公子不要灰心，不是还有3块吗？您才解开一半而已。咦，好像有东西。石料变化了，不是紫金石材，出现了一种黑墨色。公子，接下来请小心解石了，千万不要动作太大，沉睡的蛊虫都极其脆弱，若是用力过猛，就会误杀了里面的蛊虫。可惜了，浪费表情，还以为真有蛊虫呢。公子，你的运气其实也已经不错了，第1次就能赌到个石中石，寻常人也做不到呢。方圆没有答话，而是继续取出第5块紫金石。不会真有料吧？我感觉是有，好像真的有。看到手中的黄泥土球，方圆表情不变，心中却微微一动。小子，悠着点，这土球我贾金生买了。小子，悠着点，这土球我贾金生买了。属下见过二公子。二公子？他刚刚又自称贾金生，难道是那个商队领袖贾父的弟弟吗？小弟弟，这么小年纪就赌石是不好的。我出40块原石买你手中的土球怎么样？40块已经不少了，而且里面未必会有蛊虫。
只是本公子念你第一次赌石，算是给你回点本钱。40块原石吗？看来你想要强买了，这可是要坏赌场规矩的，而且还是在青毛山上。你是想欺负我这个姓古月的吗？贾金生原以为方圆这样的少年比较容易对付，但没有料到方圆一句话就将他陷入到不利的局面。小兄弟误会了，我可是这的掌柜，怎么能坏自己的规矩呢？只是看你的土球有趣，想买下来罢了。你要是不卖，那就算了。我的天，真有蛊虫啊！这是赖土蛤蟆，该死的，真是赖土蛤蟆！这少年撞大运了，我怎么就没这运气？竟然是赖土蛤蟆，这可是稀有的2转蛊虫，价值500块原石啊！亏大了。他心胸狭窄，善计好妒，最喜欢干的事是占别人便宜。他在这里布置了严密的眼线，一旦有人可能要开出蛊虫，他就会出现，一般都会强买下来。不，也许这小子并不识货。虽然开出了这只赖土蛤蟆，但我应该能压住价格收购下来。赖土蛤蟆2转蛊虫，每顿食用1斤黄泥，数量稀少。是炼成宝器黄铜蝉的必须主骨，市价500块原石。贾掌柜，你要收购吗？你竟然知道的这么清楚！你若不愿意，那就算了，相信会有人愿意。我买了。公子，您这块原石不解了吗？多亏了中阶真元，否则我还无法连续解石5次。他从赌石场出来后，就直接回了学堂，毕竟财不外露。若是有高阶蛊师起了歹心，以方圆目前的情况，还不能招架。钱财都是身外物，人因财而死是可悲的。原石本来就是拿来用的。果然什么都没有。不过我的目的只是私下解石，制造假象，以后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说9虫就是从这紫金化石中开出来的。现在青毛山已经没有什么宝藏了，倒是在白骨山有一位正道4转蛊师的力量传承，但是需要2人同心协力才能通过。不过花9行者那个影币，也许我可以卖给商队中的某个商家。商铺一般会开设3天3夜，今夜已经是第2个晚上，所以想要买点东西，我们就得赶紧了。昨天看上了一只金钟骨，何掌柜砍了半天价都不肯少，今晚再去看看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昨晚有人居然开出了一只赖土蛤蟆，足足赚了500块原石。你这奸商还敢抵赖，居然敢在青毛山上蒙骗你家古月大爷，是想找死吗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什么时候说这股是黑石骨的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这奸商还敢抵赖，居然敢在青毛山上蒙骗你家古月大爷，是想找死吗？你想要闹事敲诈，也要分清楚对象。我哥哥就是贾父4转蛊师，你能奈我何？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贾父来了，头领来处理纠纷了，大家让一让。贾父大人有礼了。你好，这位年轻的蛊师有什么问题吗？青年蛊师有些受宠若惊，又行了一礼，然后将整个事情和盘托出。弟弟，这是真的吗？此事我已明了，这件事完全错在我弟，让这位小哥蒙受了损失，实在是对不住了。贾父大人，您可是4转蛊师，我不过只是个2转，这使不得呀。这事和修为没有关系，错就是错了。我代表商队向小哥你道歉。这样吧，你损失了250块原石，我代表贾家双倍赔偿你。贾父大人英明。身为4转蛊师，却不恃强凌弱，贾父大人真乃正道的楷模啊！
哪里，我们贾家经商，诚信为本，只是我这弟弟喜欢捉弄别人，其实心底还是善良的，希望大家能多多海涵。哼。看来花九行者留下的那影币可以出手了。掌柜的，酒呢？快给我端上来，还怕我给不起钱是怎么的？贾公子，您的酒来了。贾金生在兄弟几个当中年龄最小，且和父亲最像，因此很受父亲宠爱。但可惜他只有丁等的天赋，从小到大他就活在几位哥哥的压迫挤兑当中。他不甘心，他想要反抗，但是碍于资质，他做不到。最近父亲感到大限将至，想要分割家产，于是让一干兄弟每两人领一支商队，许诺依照各自的成绩分割家产。贾金生想要依靠自己的方式来获取家产以及家族的承认，但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再一次成了哥哥贾父的踏脚石。在贾父出现的那一刻，他就知道自己又中计了，这事情从头到尾就是个阴谋。想要对付你哥哥吗？我可以帮你。是你开出赖土蛤蟆的那个小子，怎么你是想来戏耍我吗？我有一笔大生意，你若想取得更好的成绩，分到更多的家产，不妨听听看。家产的事情你怎么知道？贾家寨的这些破事又不是什么机密，怎么瞒得住这世上的有心人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此事泄露出去也不奇怪，但这是否会是贾父的又一个陷阱呢？但不管如何，先听听看也无妨。你且附耳过来。你应该听说过花九行者吧？我在山寨外发现了。情况就是这样。这生意牵涉到青毛山的3大山寨，我们做商人最忌讳掺和到地方势力的内斗里去。哼，你是贾父派来陷害我的吧？我知道你对我有所怀疑，但是现在的你被你哥压得死死的，已经快输得一干二净了。你若相信我，还有一丝希望，就看你敢不敢赌这一把。贾父不过是年龄大点，我从来未承诺过他是我哥。不过你说的不错，这把我赌了。2000块原石，不二价。这价格太高了，这买卖可是冒风险的。风险越高，收益越高。你若犯到那2家山寨，保管赚得更多。这点我倒是相信。这些年白家寨实力膨胀得很快，又出了一个甲等天才白宁兵，青毛山的势力格局已经在逐渐的改变了。你们古岳山寨的霸主地位已经动摇，我若卖给白家，相信至少能赚1倍。这个贾金生到底是有出生背景，对青毛山的局势掌握得如此透彻，看来不是那种一无是处的纨绔。2000块原石成交，不过我先要看看货。应该的，跟我来吧。我赌对了，看来你们那个4代祖先也不怎么样嘛。这也没什么，古岳一族需要一个英雄，所以4代就成了英雄。不久之后，白家寨需要一个卑鄙小人，4代就会成为一个卑鄙小人。英雄或小人不过都是他人的看法罢了。小兄弟，这话说的妙极，可惜了一个5转强者。老弟，你应该从他身上捞到了不少的好处吧？都过去了这么久，很多蛊虫都死了，我只得了一只9虫。不会吧？别的不说，我知道花九行者手中有一头著名的千里地狼蛛，这可是5转坐骑蛊虫，体型庞大，极为擅长钻土地遁。花九行者是魔道中人，能纵横潇洒，就是靠着这头千里地狼蛛，使得他屡屡从正道人士的包围往中地遁逃走。居然还有这回事！这千里地狼蛛和花九行者几乎形影不离，依我看，这山中密洞就是千里地狼蛛开辟出来的。老弟，你不要再遮掩了，花九行者死在这里，肯定就有他的千里地狼蛛。方圆眉头皱得更深，他隐隐感到一种不妥，目光悠悠的道：会不会这头千里地狼蛛事先就被4代算计困杀了？那这事就更蹊跷了，这密洞不可能自然形成，定是花九行者临时开辟出来的。没有千里地狼蛛，难道他有其他别的手段？
方圆感到越来越不妥，刚刚从贾金生那里得到的新情报，让他隐约发现似乎有什么关节他漏掉了，他不禁陷入了沉思。贾金生也在思考，影璧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。当他确信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之后，他极想从方圆的身上挖出花九行者的遗藏。两人谁也没有想到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异变忽然发生。我就是花九行者，后来人，不管你是谁，能让我这影璧不断回放近100天，足以证明你对古月一族没有好感。很好，你就是我的继承者了，我的遗产都留给你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给我覆灭古月一族，屠灭山寨，鸡犬不留。五转强者花九行者的传承。天哪，五转强者这是什么概念？3转就是家老，4转就能成一寨之主，而5转古尸就是山主，能雄霸一山，作威作福。想不到这个小小的地方居然有5转古尸的力量传承，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啊！我虽然只有丁等资质，但是继承了花九行者的遗藏，说不定能成为4转、5转的古尸，那样的话就能和贾父相抗衡了。等一等，我差点忘了，还有一个外人呢，怎么办？难道要让我和他平分了这遗产？不，杀了他！只有杀了他，才能保住这个秘密。对，先稳住他，就说平分这一藏，诓骗他，让他去了戒备之心，然后我再突袭施展杀手，把他杀死在这里。这地方隐秘真是好啊，就算杀了他，也是人不知鬼不觉。你，杀人就杀人，还想那么多？真是天公作美啊！他在昨晚杀了贾金生，处理了现场，但是事发突然，总有些不妥当的地方。这大雨一下，大大减弱了依靠气味的侦测手段。当然，时间一长，暴露的可能就越大。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奇妙蛊虫，侦查手段极多，就算是方圆，也只是知道其中的一部分罢了。贾金生修为虽然薄弱，但是地位特殊，商队中每个人均忙得焦头烂额。因此，短时间不会发现他的失踪，但终究会发现。到那时，贾父必定回来调查，真正的挑战才会到来。其实，贾家家主刻意安排贾金生和贾父共领商队，就是要让贾金生遭受打击，让他认清楚现实，今后安安分分过日子。同时，也在考验贾父的心性。若是连自己兄弟都不容，怎么可能把贾家族长之位给他呢？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棋子。方圆在心中暗暗感叹。贾金生是个很合适的棋子，掌握他对将来有很多用处。一来，在他身上能建立一个稳定的销赃渠道，为将来杀人夺宝做准备；二来，方圆隐居幕后，利用他和影璧挑拨青毛山上3大山寨的矛盾，引发内战，自己渔翁得利；三来，依靠他来打入贾家内部，未来贾家家产纠纷引发的斗鼓大会，方圆完全可以在其中谋求到最大利益。我现在的修为太低，做起事来束手束脚。若是有个棋子为我所用，就可以干一些我不能出面的事情。只是没有料到花九行者居然留下了力量传承。花九行者的传承出现，打破了方圆的原计划，而影璧异变之后，先前的画面统统消失，只出现了一行写字，提示方圆打破影璧就能得到力量的传承。仓促之间杀了贾金生，这件事后遗症颇多，只是暂时没有显露出来罢了。这样一来，暴露9重的方式就要修改了，还有石缝密洞暂时也不能去，近期都要缩在山寨之中，防备不久后的调查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消耗原石，突破到中阶，而我的实力也能增长1倍，到时候继承花九行者的传承也会更有把握。魔道中人的传承可不像正道人士那么温和，通常都会有惊险的考验，若是考验不通过，往往付出的就是生命的代价。贾金生，其实我不想杀你的。古月漠北被击出场外，古月方圆连胜33场。哼，这次又输给你了。不过你不要嚣张，终有一天我会打败你的。刚刚那一脚已经把你踢出了内出血，你还是先把伤治好再说吧。这点小伤算什么？
不要紧，这点伤势经过治疗，休养几天就好了。只是这几天要暂停练拳，不能再剧烈活动。漠北虽然拳脚功夫很好，但还是打不过方圆啊。方圆太厉害了，根本就没有人能打得过他。漠北居然被打得吐血，真是可怕啊！我可不想跟这个家伙打。哎，可是教头说了，今天是实战练习，打擂台，每个人都必须上去打一遍的。下一位，没人应答。平日里有勇气挑战方圆的只有漠北、世成还有方正3人，但是这3人都已经被打了下去。教头看着学员们胆怯畏缩的表情，眉头紧紧皱起来，他不由得想起学堂家老关照他的话。这些天方圆的风头太盛了，必须压一压。其他所有的学员都被他压得抬不起头来，长久下去，他们心中的勇气也会被磨灭，就会变成怯战的羔羊。你们都怎么了？方圆再强也才15岁，他又不是怪物，拿起你们的勇气来，让我看看你们心中古月一族的骄傲。但是他真的太强了，我们根本就打不过他。和他交手的同窗都好惨的，漠北甚至还被打得吐血了。方圆出手越来越重了，教头，我们不敢跟他对打呀。学员们懦弱的话语让教头气得差点跺脚，他在场下看得很清楚，方圆车轮战打下来一点都没有休息，方圆下手越重，越说明他不像先前那样得心应手，若再加一把劲，再上几个人，就能将他当场击倒。一旦击倒了方圆，他的威慑力就会暴降，学员们的勇气就会被激发出来，打压方圆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但是现在学员们都被方圆撑起来的虎皮给唬住了，有时候击败自己的不是强敌，而是自己的心。方圆，你也有错，你出手越来越狠辣了，同窗之间切磋，怎么下得了如此重手？接下来若再把同窗打得吐血，我就判定你输，让你下场。教头，你错了，切磋打斗自然要全力以赴，不然怎么能起到锻炼的作用呢？难道将来作战的时候，我们也能要求敌人留手吗？哼，你出手歹毒，伤害同窗，还敢强词夺理。教头，你又错了，是你安排了这场切磋，又将头名奖励拔高到20块原石的地步，没有你的鼓动，这些人能受伤吗？混蛋，你还想不想要头名奖励了？你再狡辩的话，即便得了第一，我也会判你输。你如此不团结友爱，又擅自顶撞师长，怎么能有资格得到20块原石奖励？不过一场输赢，20块原石而已，你以为我稀罕？你！虽然影币没有卖出去，但是方圆手中却有数百多块原石，况且他此次上场也不是为了原石而来。体力不够用了，身体到底只有15岁。又没有相关补充的辅助，连续对战33场，已经接近了极限，经验到底不是万能的。其实拳脚教头的心思他早就看破了，自从他杀了高婉之后，敢向他挑战的人就越来越少，勒索的时候更多的人都是直接贡献了原石，长期下去，方圆会给其他少年心中留下阴影，这是学堂家老绝不想看到的事情，他想看到方圆的失败，方圆一旦失败，他在前期树立起来的不可战胜的形象就崩塌毁灭了，但是对方圆来讲，他需要这样的威慑，才能让勒索原石的行动更方便。都愣着干什么？还有谁没上擂台的？继续上！第一名可是20块原石的奖励，你们不想要了？哎，早知道如此，我也不用急着上场，也不至于被方圆轰下台来。真是可惜，没想到方圆下场了。他真勇啊！你们看，连教头都拿他没办法。教头听到学生的窃窃私语，顿时感到自己的威信在不断下降，他心中烦躁得很，真想狠狠地惩治方圆一番，但方圆根本就没有犯错，主动下场是被允许的行为。如此粗浅手段，这个教头还真有些可爱。如此粗浅手段，这个教头还真有些可爱。方圆这个小子有些滑溜啊，本身精通学堂规定，让人挑不出毛病，想抓住他的把柄还真是有点难办。不由得学堂家老心中就对方圆产生了一股淡淡的厌恶。我执掌学堂多年，早已做到心如止水，一视同仁，怎么对方圆却失去了这份平常心？是了，方圆这个小子
骨子里藏着一种傲慢，他根本就不把师长放在眼里。往届当众反驳师长的现象也有，但说到底，他们心底还是害怕的。但是方圆他不怕，他把违抗师长的事情当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学堂家老可以容忍比方圆更刺头、更调皮10倍的少年，那是因为这些学子都知道怕，只要冲动就不会脱离掌控。哼，不对家族产生敬畏的人，就算是培养出来，又怎么能够为家族所用？这样的人必须镇压，否则都不敬畏师长。作为学堂，还怎么管理学员呢？学堂家老在心中下定了决心，但他很快脸上又浮现出一股愁容。但是没有方圆的把柄啊，本来寄希望于拳脚教头，看来要压住方圆的风头，只有等到其他学员率先晋升到一转中阶了。学堂家老凭借着丰富的经验，心中早已估算过，真正有希望率先晋升的只有古月方正、赤城还有漠北这3人。接下来就是设立班头、副班头，他要修行就需要资源，总得竞争这些职位和奖励。日子久了，他总会有羁绊，不愁他今后脱离家族的掌控。小弟，听说你今天受伤了。姐姐，你是担心我今天被打得吐血，会因此有了阴影吗？哪有，姐姐最了解你了，你有百折不挠的斗志，是我们墨家未来的掌权人，怎么可能会被这样的小伤势吓住？姐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这次又失败了，但是我在交战中听到了方圆那家伙的急促喘息，这已经透露出他的虚弱，他却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般强大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堂堂正正的击败。好，不愧是我墨之一脉的好男儿。我已经有了计划，正好趁着这些天来温养空窍4臂，完成从初阶到中阶的晋升。先取得班头的位置，把方圆那家伙的风头压下去，让他知道古师修行真正注重的还是资质。你这么想，姐姐我就放心了。姐姐以前也只是副班头，你若当了班头，也算是为姐姐弥补了遗憾。姐姐，你就放心吧，班头的位置我必取之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完全相同的真元，一种真元一旦进入空窍，就会引发空窍中原有真元的反抗。古月赤城若不压制，必定会引发真元对冲，从而对空窍造成损伤。空窍一旦受伤，轻则修为下降，重则资质降低。一旦空窍完全破碎，古师就是直接死亡。谢谢爷爷，每隔3天都要给孙儿灌注真元，温养空窍，让您劳累了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你的资质只有丙等，若单靠你的力量，想要晋升中阶，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，这样一来，你就会露馅。所以这个方法虽然凶险，也不得不用了。孙儿明白爷爷的良苦用心。此法有一个很大的后遗症，就是窍壁是被我的白银真元温养的，你的空窍中掺杂了我的气息，一种气息越来越多，空窍就不纯，是对你的拔苗助长，会缩小你将来的发展空间。爷爷，为了我赤家的将来，孙儿愿意牺牲个人的前景。能有这样的心思，很好，很好。不过你也不是毫无希望，若是将来能寻到净水谷，就能将一种气息化去，将此等后遗症消除。还有，爷爷已经让人为你四处寻购9重，此虫能在一转境界的修行中帮助古师精炼真元，提升一层小境界。如此精炼出来的真元，没有丝毫的后遗症，温养的效果更佳。谢谢爷爷。不过9重难寻呐，而且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蛊虫，传说能改变古师的资质，但是爷爷这大半辈子也只是隐约听见过风声，从未有亲眼见过。古月方正伏坐在床榻之上，双目紧闭，两手各握紧一块原石，青铜元海无风生潮，一波波冲刷着白色的峭壁。他有甲等资质，真元海占据整个空窍8成以上，本身真元的恢复速度整整是方圆的2倍。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，使得他已经接近一转中阶。修行的时候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我现在只有3块原石了，每次学堂补贴的3块原石还要被哥哥拿走1块。舅父舅母虽然也会一周给他3块原石，但这哪里够？方正一心想要超越哥哥，因此数次主动找上舅父舅母求一些原石，次数多了，舅母就找他谈心，说家境困难，没有闲钱，方正也就不好意思求了。父亲母亲为了我的修行，已经尽了全力来资助我，我不能再为难他们。
虽然只有3块原石，那我就节省着用。我有一种感觉，3、4天之后，我必定能晋升中阶。就是不知道哥哥那里是什么进度。方圆此时并没有睡下，古师的修行并不能取代睡眠。以往这个时候，方圆已经入眠了，但此刻他感觉到只差一丝就能踏入中阶。索性今晚就不睡了，直接冲刺中阶。给我起！再起！终于晋升中阶了，已经是上午了。方圆，你无故旷课，学堂家老要找你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方圆今天居然没来上课，你们看，他的位置一直空着。他胆子怎么这么大？今天早上是学堂家老的课，他居然也敢不来。家老大人刚刚已经派侍卫去找他了，看来方圆要倒霉了。嘿嘿，待会有好戏看了。哥哥，你也太狂妄了！你这是在挑战家老大人的权威啊！不管受到什么惩处，都是你自找的。方圆啊，方圆，昨天还愁着抓不到你的把柄，今天你就主动送上门来，到底是15岁的少年，我还是高估你了。他已经想好了怎么处置方圆，就罚他站在门外3个时辰。惩罚虽然不重，但方圆带给学员的威慑力就会大降。更妙的是，对方圆的惩罚来源于学堂，无形当中又会让学员对学堂更加敬畏。只有敬畏，才会有遵从。嘿嘿，我来开门。怎么回事？呀！是方圆，是去找方圆的侍卫之一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又杀人了，上次是家奴，这次又杀了侍卫。这2个侍卫都是外姓武者，死了也就死了，学堂家老并不在乎，但关键他们是学堂的侍卫，方圆这简直是在挑衅家族学堂的权威。方圆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最好给我一个饶恕你的理由，否则单凭你滥杀侍卫，就要关入监牢，等候家法的处决。学堂家老大人，晚辈的确有失禀告。你说？哼，方圆，你一错再错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释。禀告家老，这2个侍卫包藏祸心，其心可诛。他们在我冲击中阶最紧要的关头，强行破门而入。众所周知，古师修行不能受到干扰，尤其是冲击更高境界更是如此。不过幸好学生我运气不错，在他们闯入的一刹那，侥幸踏上了中阶。但是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，方圆又紧接着道：这2个人还不承认他们刚刚犯下的错误，居然想要直接对我动手，甚至辱骂我族先祖，谎称此次行为是家老大人你的意思。学生不信，激烈反抗。这2人武艺高强，学生浴血奋战，这才将这2人击败。不过看在这2人是学堂侍卫的身份，学生并没有痛下杀手，只是一个被削断了胳膊，一个被斩切了大腿而已。虽然失血有点多，但都还没有死呢。这件事就是这样，还请家老为学生主持公道啊。他语气急促，说了一大堆，说完之后，周围的人这才慢慢的反应过来。方圆刚刚说什么？我好像没听清楚。他好像说他晋升中阶了。怎么可能？他一个丙等资质的废材，居然第一个晋升中阶。一定是骗人的，他是害怕受到学堂的惩罚，所以撒谎。你说你已经晋升到了1转中阶，方圆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你要是现在承认错误，我还能对你宽大处理，但你要企图用谎言遮盖掩饰，那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请家老检查。不用他说，学堂家老已经走了过来，他把手贴到方圆的小腹位置，分出一缕心思投入进去，顿时就看到方圆的空窍景象。空窍里空无一股，春秋蝉已经隐藏起来，而方圆的窍壁似乎全部是由水流组成，这正是突破中阶后形成的水魔。真的晋升了中阶，这怎么可能？的确是中阶。假的吧？古师修行首要应该看资质才对，有没有搞错？丙等都能率先晋升，这让那些甲等、乙等资质的人情何以堪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家老是不可能被蒙蔽的。
哥哥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也是所有学员的疑问。凭他方圆丙等资质，他晋升的怎么这么快？方圆，我希望你能解释一下，你究竟是如何晋升到中阶的？天道酬勤，学生勤学苦练，日积月累，所以水到渠成。方圆，我希望你能解释一下，你究竟是如何晋升到中阶的？正所谓天道酬勤，学生勤学苦练，所以水到渠成。骗子，要是天道酬勤，我早就第一了。还勤学苦练，我前些时候还看到他在商铺里闲逛呢。是这样吗？这个方圆不惧不畏，不恐不惊，怎么可能会被我当场逼问出来？以他丙等资质，率先晋升到中阶，一定有着秘密。不过我身为学堂家老，也不能强行逼问，看来只能秘密调查了。想到这里，他脸色缓和下来，但方圆却没有罢休。学生惶恐，家老大人，不知你怎么处理这2个侍卫？这2人失血过多，再不救治，可就要死了。哼，救你还惶恐？但是该如何处理呢？这2个侍卫死不了，我会让人实施救治。至于你吗？真正让学堂家老感到为难的是对方圆的处置。本来在他的计划中，方圆旷课在先，又打杀侍卫在后，按照族规就要被关进家族的监牢。但是这些在方圆晋升中阶后就不一样了。方圆他是因为修行才打杀侍卫，更关键的是他成功的晋升中阶，成为此界第1人，这就占住了大义，因此更不能对他有任何的惩处。也许其他家老可以，但是我负责学堂，就得做到公平公正，至少在表面上，这就是规矩。难道就这样放了他？我不甘心啊！事实上，这是一次学堂家老和学子方圆的一次交手。他首先抓住规矩不放，要打掉方圆的强势形象，但方圆悍然反击，借着晋升中阶的名义，立即就找回了场子。至于那2个倒霉的侍卫，不过是2人斗争中遭到牵连而牺牲的棋子罢了。学堂家老，你已经败了，你的失败就在于你的身份，学堂的家老就应该公平公正，所以我的解释你只能接受。他的话根本经不起推敲，这些侍卫都是我精心选拔的，根本不会脑残到辱骂古月先祖。他这是故意当着知情人的面在栽赃和陷害，可我却不能追究这件事情。学堂家老很清楚这是个陷阱，一旦追究，真相大白。你若不处罚我，2个侍卫如此蒙冤，你这个学堂家老处事不公，今后如何能服众？如果我惩罚了他，我这就是打压良才，为了2个外姓的奴仆就打压族中后辈，这事情传出去将会引发族人的不满。所以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才符合你学堂家老的最大利益。把这2个侍卫当作弃子，就认定这2人犯下了大错，同时对方圆进行表彰，这样一来，族人们会满意，侍卫们在被蒙蔽的情况下，也会认为此举公正。学堂家老这次不仅没有压住方圆的风头，反而自己成了踏脚石，被方圆踩了一脚，当众丢了一次脸。这个方圆太可恶了，更关键的是，今后若这2个侍卫觉得冤屈，想要揭露真相，我还得第一时间把他们镇压下去。这种憋屈和逆位让学堂家老几乎不能忍受。好小子，都是有赖学堂的栽培。听说了吗？方圆居然以丙等资质率先晋升中阶。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，这世界上有许多方法都能做到这点。不错，就比如说舍利骨，此骨能升华峭壁，助推修为，还有9重，一种真元等等。算了，等着学堂的解释吧。作为学堂家老，如果连自己教导的学员是如何晋升的都不清楚，那也太失职了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第2位晋升一转中阶的少年出现了，是古月漠北。紧接着，古月方正也成功晋升。他到底是被原石缺少拖累了，当然也有被方圆此事打击的原因存在。第3位是古月赤诚，纵然他有爷爷亲自灌注真元，但还是慢了一些。今天是发放原石补贴的日子，古月方圆。
今天家老大人不仅是发放补贴，还要安排班头和副班头。果然，家老大人第一个就叫了方圆。他第一个晋升，班头自然属于他了。难以想象，我还以为是方正呢。太蹊跷了，他肯定有重大秘密，可他不告诉我们。呵呵，换我也不会告诉你们的。方圆，你是这届第一位一转古师，这是你的奖励。放心，里面一共是30块原石，不会少你的。也是，他只是丙等资质，又没有其他人的资助，原石肯定拮据，只要有需求，就不怕脱离掌控。只要进入家族体制，就算查不出他保守的秘密，他也会自己说出来的。学堂家老自信十足，事实上他早就开始派人调查方圆，但显然还没结果。毕竟此刻方圆有数百块原石，宽裕得很。方圆，你第一个踏入一转中阶，按照规定还可以优先挑选第2口古虫。现在我就任命你为班头。终究是任命方圆为班头了。可恶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普通学员见了班头、副班头都要鞠躬问好，我的成绩必定能落到一个副班头的位置，但是今后我遇到哥哥还是要行礼的。慢，方圆，现在我就任命你为班头。慢，家老大人，学生才疏学浅，难以胜任班头这个职务，这样的职位就让给有才华的人去干吧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你不想担当班头？当了班头，每次都将享受10块原石的补贴，你确定要拒绝吗？他执教数十年，从未见过有人主动拒绝这个职位。本来还想着这小子担任班头，至少必须停止勒索抢劫同窗，入了体制就不能随心所欲，其他的少年也能缓上一口气，之后再因势利导，就能营造出百家争鸣的景象。但没想到他居然拒绝了。班头这职位虽小，但是在这群年轻气盛的少年们心中，可是代表着第一的荣耀。这样的诱惑，还从来没有一个少年抵挡得了的。但是方圆竟然拒绝了。难道学堂规定了必须是第1名才能担任班头吗？班头的职位难道就不能拒绝吗？啊，这当然没有这样不近人情的规定。那就谢家老体谅。卧槽，方圆居然拒绝了，有没有搞错？他脑子有病吧？不知道他哪根筋打错了，嘿嘿，今后有的他后悔的。方圆居然放弃了班头的位置。等等，也就是说，我从副班头变成班头了。居然主动放弃了班头职位，真是傻瓜透顶。哥哥，方正有些失望。按照他方正的成绩，他必定稳坐副班头之位。但是当方圆主动放弃了班头之位时，方正忽然觉得自己的这个副班头竟然有些索然无味。现在我宣布，古月漠北成为班头，方正和赤城则各为副班头。班头补贴10块原石，副班头补贴5块。真不知道方圆是怎么想的，居然放弃了班头的位置。他脑袋坏掉了，估计整天都在想着杀人。我们不要理会这种疯子。班头好，班头好，你们也好。这班头的感觉真是太爽了。哼，当了一个班头就抖起来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过说起来，也幸好方圆放弃了班头，否则我也不可能得到副班头的位置。副班头好，嘿嘿，你也好。这副班头的滋味不错，想来班头的滋味就更妙了。如果是班头，那该多好。然而此刻，同为副班头的古月方正心情却很糟糕，脸色也十分的难看。哥哥，你这是干嘛？老规矩，每人1块原石。哥哥，我可是副班头了。的确，副班头每次补贴多达5块，那你就交3块出来。方圆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还敢堵我们！我现在已经是班头，你这个普通学员见了我还不鞠躬问好。你打我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我可是班头啊！这剧本不应该是这样啊！方圆把新任的班头都给打倒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凉拌？什么意思？就是看着呗，然后招呼其他人收拾场子。方圆是什么样的人物？你也想去招惹？想想王大、吴二2个人的下场吧。
那还是算了。而此刻，方圆又收拾了方正和赤诚，其他的少年们这才意识到，原来这一切都没有改变，方圆还是那个方圆，抢劫还是会如期而至。现在开始付班头3块，班头8块，其他人1块。少年们叹着气，乖乖的掏出原石。我明白了，难怪方圆不要班头的职位，他是想继续勒索我吗？不错，他每次勒索我们都有59块原石，现在则增长到68块，他要是班头，顶多只有10块而已，简直太阴险狡诈了。哎，这样一来，班头、副班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他们照样被抢，剩下的原石仍旧只有2块，和我们完全一样了。众人听了，都不由得沉默了下来。这个方圆太过分了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个方圆太过分了，他想干什么？居然还敢抢了班头8块原石，副班头3块原石。这样一来，班头、副班头和其他普通学员有什么区别？方圆拒绝班头职位，就是拒绝将自己内入家族的体制，说的严重点，就是对家族的一种背叛。紧接着，方圆又抢劫同窗，这已经超出了学堂家老的底线。被这么一勒索，班头、副班头的权势地位就被彻底的削弱下去。久而久之，普通学员们也会对这2个职位失去敬畏和兴趣。方圆此举已经是在以一己之力挑战家族的体制。家老大人，要不要采取什么行动？不行，此事不能由我解决，不然第一个饶不过我的就是族长，第2个、第3个对我有意见的就是赤练家老和墨尘家老。家老大人，这是为何？哼，他们都希望借方圆来磨练后辈的心性，要是我出手替学员们惩处了方圆，这话传出去，就是他们未来接班人打不过方圆，只好让长辈帮忙。学堂家老当然不怕一个小小的方圆，但他却担心插手此事将引来族长、墨脉、赤脉的3重压力，这就几乎是整个古月高层了。他一个小小的家老哪里能承受得起？这事情的根源还是在于方圆的那个秘密，他究竟是靠什么率性晋升到中阶的呢？让你们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这是属下们这些天调查的资料。双亲早死，又和舅父舅母不和，北族人亲手冠上天才之名，又亲手摘取下来，从天上摔到地上，行为也没有什么可疑的。他生活如此简单，修行刻苦，就是憋着一口气，他想向族人证明他能行，所以我打压他的时候，他才如此激烈的反击吧。越了解方圆，他就越理解方圆，当然，理解并不代表原谅。这些资料对方圆的晋升秘密毫无涉及，这都几天了，你们是怎么做事的？属下该死。进来。族长有命，请家老大人速去家主阁，有要事商议。哦，是什么要事？是贾父大人又回来了，他的弟弟贾金生行踪不明。一般而言，这种莫名的失踪往往就意味着死亡，但谁都能死，唯独他贾金生不行，尤其不能死在古月山寨。他哥哥是贾父，4转古师，拥有黄金真元，战力雄浑，整个古月一族也只有族长才是4转，可以与其匹敌。他父亲是贾家族长，修为更高达5转，在他的带领下，贾家已经是大型家族，而古月山寨不过是中型罢了。此事非同小可呀，处理不好就是一场大祸。拜见。时间不多说了，加州的修道一直都是你负责的，我问你，古月方圆何在？怎么又和方圆那小子扯上关系了？现在这个时辰，他应该是在学堂的宿舍里修行。现在贾先十分怀疑他弟弟贾金生的失踪就和古月方圆有关，我命你立刻就去，务必将方圆带来。我这就去。贾先，那方圆马上就能带到，你先走吧。向古月兄告罪，贾某此时实在是心急如焚啊！如今已经几日都不见我那贤弟，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我真的是坐不住啊！有些东西往往只有失去了才能看得明白。父亲安排贾金生和我一起带领商队，就是为了考察我的心性。如今贾金生要是死了，父亲又该怎么看待我呢？
如今他站在大堂中央不就坐，就是想营造出兴师问罪的气势。这既是向古月一族施压，也是将来回到贾家对父亲的一种交代。禀告族长，已经将方圆带到。方圆见过族长，见过贾父大人，见过诸位家老。是他吗？就是他，绝对没有错。古月方圆见过族长，见过贾父大人，见过诸位家老。是他吗？就是他，绝对没有错。古月兄，你看。哼，你贾父丢了弟弟，本就是你的失误，现在来我们古月一族兴师问罪，难道我们就好欺负的吗？你可看清楚了，不怕实话告诉你，这方圆有一个孪生弟弟，和他相貌极其相似，你确定真是他？啊，古月兄，我贾某人向来是很敬重古月一族的。古月兄身为族长，我十分相信你会秉公执政，还请古月兄审问这个方圆吧。这个态度还差不多，要是这事是方圆做的，那就把他交出去，反正一个区区丙等；若是方正做的，那也必须认定是这方圆。方正是甲等的天才，还指望他抗衡白家寨的白宁兵呢。方圆，你不要紧张，我问你，你可知道那个贾金生的消息吗？贾金生是谁？他撒谎，就是他。他在我们赌场赌石，买了6块紫金石头，在第5块石头中开出了赖土蛤蟆。贾公子看到了，就用了500块原石向他收购。这事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，而且这事不止我，在赌场的其他股市都看到了。方圆，是这样吗？原来是他。好吧，如果他就是贾金生，我的确认识他。不过呢，我自从赌场那次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他又在撒谎。诸位大人晓得在酒铺工作，那天晚上我在酒铺中清楚地看到，就是他和贾金生公子坐在一起，两人密谈了许久。怎么可能？酒铺中人那么多，你怎么可能就单单认出我来？你认错了也说不定。我绝不会认错的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在那天上午就来过我们的酒铺，你要了一杯猴酒，然后你放出了酒虫，把酒都喂给了他。我看到酒虫十分激动，向你收购，你却不卖，转身就走了。哼哼哼，要的就是你这番话。原来是酒虫。方圆，你这酒虫是从哪里来的？方圆，你可知道你闯了大祸了？说吧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把你所知道的统统都招出来，这只酒虫是不是贾金生的？怎么可能是他的？这酒虫明明就是我开出来的。开出来的？不错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隐瞒了，我在赌石场买了6块紫金石，因为真元不够，当场只解开了5块，还剩下1块带到宿舍，解开之后发现是只酒虫，我大喜过望，因为酒虫是能弥补我资质短板的珍稀蛊虫，于是就立即炼化了它。等等，你说你赌石买了6块，1块赌出了赖土蛤蟆，另1块还开出了酒虫，这又怎么了？他可以给我作证。的确是这样，他买了6块，在第5块开出了赖土蛤蟆，第6块也的确带走了，不过开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就买了6块紫金石，连续开出2只蛊虫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？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？运气吗？谁也说不好。想当年我赌石那会。等一等，蛊虫难炼，怎么听方圆这话，一下子就把蛊虫炼化了？你是老糊涂了吧？不知道蛊虫解开来都是极其虚弱、濒临死亡的吗？就算是越级炼化也有可能。他炼化了酒虫，有什么稀奇的？我炼了酒虫，第2天又去了商铺，中午到了一家酒铺，买了1杯好酒，晚上时分又去，正巧看到贾金生将臭屁肥虫冒充成黑石蛊卖给了我族的一名蛊师。后来贾父大人出现，解决了这个纠纷。我后来再到酒铺去，没有想到正好碰上贾金生在那里喝闷酒。我刚刚得了酒虫，心中欢喜的不得了，就想问问看这酒虫能卖多少原石。哪知贾金生得知我有酒虫，就想强买，我当然不愿意了，我根本就不想卖酒虫的，只是想明确酒虫的价值而已，所以当场我就走了。原来这贾父和他弟弟关系并不怎么好啊。那我弟弟贾金生之后有没有再去追你？我记得他不仅追了过来，还加了50块原石，但我根本就不想卖，他很愤怒，扬言说古月一族算什么，叫我今后小心一些。说完狠话，他就走了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这倒是他的一贯作风。不过若这小子说没追出来，那必定是假话。难道贾金生真的就没有再找方圆？不，也许贾金生后来又找到了方圆，双方谈不拢，结果被方圆所杀，这完全是有可能的。
说贾金生是不是你杀的？真不是我杀的，我后面就没见过他。贾父再没有其他的证据，一方逼问，一方否定，事情到了这里便陷入了僵局。但古月族长此时心里却有些不爽了。这个贾金生居然敢在青毛山如此威胁古月一族的人，这明显是不把我族放在眼里。现在贾父又当着古月高层的面如此逼问我的族人，要是有确凿证据也就罢了，现在明显是没有关键证据，这是要传出去，我的脸面往哪里搁？贾老弟，不是老哥多嘴啊，贾金生失踪这么多天，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。凶手造成这场血案，那必定就会有蛛丝马迹。不知道老弟你还查到什么没有？老哥的话我又岂会不知，但那凶手显然是个惯犯，手段毒辣又周密。不瞒老哥，所有线索都断了。我们离去那天又下着大雨，就算是有血腥气也被洗刷了。对了，贾老弟，我听说你们贾家有一种追踪蛊虫名鹿蝶，能散发魂香，种在蛊虫上，此香无色无味。你们贾家族人的蛊虫上都沾染了一丝魂香，只要利用名鹿蝶，循着这缕魂香，就能找到蛊虫，从而找到族人。名鹿蝶我早就用过了，根本没有效果。想必古月老哥也听说过，只要蛊虫一死，魂香就散了。显然那凶手已经把我弟弟身上的蛊虫都灭杀了。这就奇了，那凶手害了你的弟弟，一不要他的蛊虫，二没有绑票勒索原石，那凶手杀他一个小小的一转蛊师，是图什么呢？是啊，图什么呢？不管贾金生有没有死，害他的凶手总得有动机吧。也许贾金生就是你干掉的呢？我早就听说你们贾家要分家产，死了一个兄弟，你分到的家产不就多了吗？住嘴，空口无凭，不要随意指责贾父大人。方圆立即住口不说，但他的目的已经达到。他刚刚的一句话就像是一个小石子投在家老们思维的湖泊当中，荡漾起一圈圈的涟漪。贾父是不可能杀死贾金生的，这对他来讲损失要大于收益。等等，他不做未必其他人不会做。贾家内斗。此话一出，一时间众多家老内心都明朗起来。终于想到这方面了。贾家族长要分家产，传族长之位，因此几个儿女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。尤其是贾父和贾贵两位，皆是4转古师修为，身边都拥有一批拥护者。贾金生遇害，这事情太蹊跷了。目前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方圆就是杀人凶手，单单为了9重杀人，动机明显不足。同时，凶手手段也不会这么机密严谨。但如果是贾贵暗中出手，那就可以解释了。贾家内斗这4个字，无疑给联想丰富的众人插上了一对想象的翅膀。贾家族长安排贾金生加入商队，其中一个用意就是为了考察贾父的性情是否仁爱厚道。贾金生出事了，贾父也会受到牵连，真正受益者明显是贾父的最大竞争对手贾贵。再加上凶手行事如此老辣，所有的线索都几乎被掐断了，可见凶手经验之丰富，怎么可能是方圆这个15岁的少年做的呢？让人从内心深处相信某个可能，不是靠说服，而是引导。贾贵不是你还能有谁？我一切都明白了，方圆既幸运又倒霉，碰巧在最后的时间遇到了贾金生，就凭他刚刚上学堂的年纪，怎么可能把线索都掐灭掉？若是他有这份深沉周密的心机，怎么可能表现得如此桀骜倔强呢？他刚刚矢口否认，无非是想掩藏9重罢了。一时间，所有人对方圆的怀疑都已尽去。西境嫌疑只是第2步，下面才是关键的时刻了。贾父很纠结，他现在心中已经排除了方圆的嫌疑，几乎确定贾贵就是幕后黑手了。但我就算知道了真相，又能如何呢？我手中没有任何的证据，若是我空口无凭的到父亲面前指证贾贵，恐怕父亲还认为我要陷害他。贾金生是随着他的商队，如今失踪，他贾父自然就有责任。既然指证不了贾贵，那么他就必须给父亲有个交代，而这个交代就在眼前。不错，若把这个方圆当作替罪羊，也算能勉强交代过去。只要过了这个坎儿，我就有可能再双倍的讨回来。方圆，你怎么证明你没有暗害贾金生？这事情明摆着是你贾家内斗，怎么还抓住我族人不放呢？方圆，你有什么证人证明你不在场，没有时间暗害贾金生？若没有的话，你就是凶手。他这是要把我族的方圆推出去，当作替罪羔羊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证人当然有，我早就安排好了。
方圆，你有什么证人证明你不在场，没有时间暗害贾金生？若没有的话，你就是凶手。证人当然有，我早就安排好了。其他的都不用说，你只要告诉我有没有。没有。那你就是……等一下，他当然有证人，我就是他的证人。你是他的证人。学堂家老面对四转的贾父，语气有点虚，但是看到组长投来的鼓励目光，他底气顿时十足。这些天方圆意外的率先晋升中阶，我便差人暗中调查，他的每一天的行踪都记录在案，根本就没有暗害贾金生的时间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贾父脸色铁青，他没有料到有人会忽然站出来担保方圆，更关键的是古月族长也没有反对，这意义可就重大了，代表着古月一族要保这个方圆。我懂了，我一心想要让方圆当做替罪羊，只是从自身出发，却没有考虑到他们的感受。不错，方圆一被定罪，古月一族就要承担谋害贾家族人的恶名，今后就要面临贾家的报复，而且未来商队也不敢过来交易，那损失就太大了。青玉为躯，白华附体，这是竹君子啊！贾老弟，这竹君子乃是四转蛊虫，炼之不易，何必要浪费在此处呢？这竹君子是我年少时一次偶然解石而得，石头只解了一半，没有再解下去。众所周知，这蛊虫以真诚为食，天生就能测谎。只有从小到大都没有说过一句谎言的至诚君子，才能炼化喂养这个。方圆，你只要把石头解开，将虚弱的竹君子收到空窍当中去，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，然后再把此蛊取出来，让我们大家看看这虫有无变色。只要变色了，就说明你在撒谎。没有问题。竹君子一出现在空窍之中，立即散发出微微的绿芒，照彻整个真元海。方圆顿时感到，只要他说出一句谎话，这竹君子的身躯就会变成其他颜色。春秋蝉，他一个念头，沉眠中的春秋蝉顿时苏醒过来，散发出一缕恢宏气息，立即死死地镇压住竹君子。他整个身躯都蜷缩起来，害怕的瑟瑟发抖，哪里还有余心余力能感应谎言？方圆，你有没有害我的弟弟贾金生？没有。你知不知道其他关于他的消息？不知。你刚刚对我们大家说的话有无不实之处？没有。好了，你可以把竹君子取出来了。众人望去，只见竹君子表面仍旧是一片碧绿之色，毫无变化。古月兄，这次多有得罪了。无妨，能让真相大白，也是我们想要看到的。只是可惜了这只竹君子。竹君子有测谎之能，品阶高达4转，价值非常之大，但是喂养、炼化都十分不易，他必须是由至诚君子才能炼化。只要古师说过一句谎话，炼化竹君子必定失败，竹君子也会当场死亡，而他的食物就是真诚。现在这竹君子被开出来，虚弱至极，又刚刚使用过，死亡已成定局。不，并不可惜。此事我已经尽了全力调查，可惜力有未逮。这次回转家族，我会重金聘用捕神铁血冷，一定会将此事调查清楚。告辞了。你们也都可以走了，学堂家老留下。你听过人祖的故事吗？话说人祖降服了规矩二骨后，规矩二骨便按照他的命令捉来兽骨。人祖用了兽骨，顿时重获青春，回到了20岁的年龄。但此时龟骨却对他道：“人啊，你虽然降服了我们，但是你每次命令我们都要增加一条规矩。我们为你捕捉了兽骨，这是第1次命令。我们的新规矩就是不会再为你捕捉重复的蛊虫。”这样啊，那好吧。那么我的第2个命令就是，除了兽骨之外，就请你们将天下万骨都替我捕捉过来吧。好的。规矩二得了这个命令，顿时龟骨变成无穷大的一个圆，囊括了与合咒；举骨变成无穷大的一个方，涵盖了大世界。一方一圆组成一张巨网，将整个天地乾坤都笼罩住。
当他们重新缩小时，天下万古除了兽骨之外，都被他们捕捉到了。有了这些蛊虫，从此以后我将是世界之主。这是为什么？人啊，天底下的蛊虫成千上万，各式各样，你没有力量，而没有智慧，如何降服得了他们呢？我们只能替你捕捉蛊虫，你要靠自己降服他们，才能让他们为你效力。这是你第2个命令，我们也要再加第2条规矩，从今往后，我们一次只能为你捕捉1只蛊。人祖只好点点头，他向手中看去，剩下的5头蛊虫中就有力量蛊和智慧蛊。人祖很是欣喜，他就对力量蛊说：力量蛊啊，你当年离开了我，现在有没有后悔？你现在臣服我，我就能还你自由。你错了，我之所以没有飞走，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想留下来。你要降服我是不可能的，我只臣服于力量比我强大的存在，而你不行。不过我们可以再做交易，你把你的青年给我，我就可以暂时听从你的命令。我才恢复了青春，难道就要失去了吗？但是拥有力量之后，才能降服更多的蛊虫啊。那好吧，我拿青年跟你交易。人祖一下子就到了中年，力量蛊从规矩的网中飞了出来，落在了人祖的肩头。人祖有了力量，底气顿时足了。他又对智慧蛊道：智慧蛊啊，你当年离开了我，现在有没有后悔？你现在臣服我，我就能还你自由。人啊，你错了，我之所以没有飞走，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想留下来。你要降服我是不可能的，我只臣服于比我更智慧的存在，而你不行。不过我们可以再做交易，你把你的中年给我，我就可以暂时听从你的命令。这不行，我如果再把中年给你，那不是就重蹈覆辙了吗？人祖不愿意做交易，但又不想放了智慧蛊，但智慧蛊有些急了，只好退让一步。好吧，你赢了，我这一次败在了你的手上，只要你告诉我你是用什么方法捉到的我就承认失败，不收你任何的东西，从此为你所用。人祖听了这话，顿时大喜，规矩2蛊都没有来得及阻止，他就脱口而出：我是用规矩2蛊捕捉到你的。我记住了，原来这2只蛊的名字叫做规矩。我现在知道了你们的名字，你们再也捉不住我了。人啊，我们老早就告诉过你，我们的名字你最好一个人知晓，不要让其他存在知道，否则我们就要为别的存在所用了。现在好了吧？智慧蛊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名字，事情麻烦了。人祖这才知道自己上了智慧蛊得当，他十分懊悔，他知道他丧失了用规矩捕捉智慧的唯一机会。族长大人，您说这个故事莫非是打了一个比喻，把方圆比作智慧蛊，把家族当作人族。人族虽然用规矩将智慧蛊捉住，困在了网中，但是最终还是让智慧蛊逃走了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情是深的。你若一味的用规矩捉人，反而会增加仇恨，让方圆离家族更远。族长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你多虑了，家族不仅有规矩，还有血脉之情，情绪一疏不一堵。方圆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，让他发泄一下，自然会融入家族之中。您是希望让方圆逐渐融入家族，而不是让他更加反感和敌视。没错，家族的血脉之情和情感，比死板的规矩更能够将人心紧紧地凝聚在一起。方圆现在虽然年轻冲动，但最终会明白家族的价值所在。我明白了。很好，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记住这句话，它对家族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。是，我一定会牢记在心的。感谢族长大人的教诲。你去办理吧，记住，要以家族的整体利益为重，不要被个人的小事冲昏头脑。我会依照您的指示去做的。好了，你可以退下了。方圆，你是聪明而又叛逆的少年，但在家族的大潮中，你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涟漪。至于古月方正呢，从明晚开始，我就暗中亲自指导他。主子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贾金生死了，主子回去之后，该怎么向老爷交代呢？是不是先找个替罪羊？你知道人祖的故事吗？
人族有规矩二股，就捕捉天下万股，得了力量，失了智慧。此时他的网中还剩下3只股，这3只股分别是态度股、相信股还有怀疑股。人族不愿意放他们离去，这3只股只好和人族商量赌一把。只要人族一打开网口，他们就分成3个方向同时分出去，谁被人族抓到谁就降服。你说人族最后抓到了什么？是态度股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态度能说明一切啊！不管父亲是相信也好，怀疑也罢，我已经表明了态度。贾金生失踪，我立即在商队展开调查。在古月山寨中，我冒着被围攻的危险，当面对质，做都不做。为了验证方圆的话，连4转的竹君子都用了，而且我后续还会重金聘用补神铁血冷调查此事。做这么多，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。而且我刚刚已经想通了，不需要替罪羊，因为这事情的确不是我做的。找了替罪羊，说不定就落入了他贾贵的算计里。主子，你真的怀疑是贾贵少爷干的？不是他还能有谁？杀死贾金生的麻烦终于解决了，不枉我布局这么久。对了，还要注意那个铁血冷。在正道，此人倒是个人物，可惜他忙得很，等他过来，估计要2、3年之后了。2、3年后，他就是2转甚至3转的修为，到那时，人生就是另一番天地了。我连续第6天动用月光谷碾磨这石壁，应该快破了。直到贾父离开，学堂家老撤销暗中调查，又过了10多天，方圆这才秘密的潜回这里。铁锤和铁镐无疑更方便，但这样一来，声音太大，容易出现意外。终于通了，不过花九行者属于魔道传承，一般设置的关卡残酷至极，中途失败往往就意味着死亡。他有前世的记忆，未来很多著名的魔道传承，他都一清二楚。但是偏偏这道传承前世并没有人发觉，他对此毫无所知。还是等透透气，下次再过来吧。明天你们就要选择第2只蛊虫进行炼化。对于第2头蛊虫的选择，大家要仔细思考，最好是能和本命蛊搭配使用，因为本命蛊相当于基石，随后的第2头蛊虫、第3头蛊虫等等，都是在这基石上确定蛊师修行的具体方向。听了学堂家老的话，少年们都不由得沉思起来，唯有方圆在闭目养神。他昨天辛苦了半夜，回到宿舍后还进行了蛊师修行。我该选择什么蛊虫呢？说起来，方圆早已经有了第2只蛊虫了。是啊，那可是9虫啊！居然解师能解出9虫，这运气真是太好了。要是我有9虫，也能率先晋升中阶吧。卧槽，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？哥哥，我一定会超越你的。这些天他的眼睛都闪着光，对生活充满了一种澎湃的激情，甚至走路的步伐都是轻快的。看来族长已经在暗中教导方正了。还是先用兔子探一下先。此时搓起草绳，方圆心中的记忆又浮现出来。有一段时间，他空有真元，没有蛊虫，跟凡人一般，连生活都困难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就学会了搓草绳、编织草鞋贩卖，换取一些原石碎屑，勉强糊口。目前看来，这段甬道应该是安全的。要是有侦查类蛊虫，就不用这么麻烦了。这挡路的巨石应该是花九行者故意设置的拦路巨石，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设下如此关卡？这甬道干燥，哪里来的水？还有这股幽香，难道是？果然是它，地藏花蛊。地藏花蛊是一次性的消耗蛊，它的作用也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把其他蛊虫包养在花心当中，让其中的蛊虫陷入沉眠。这是白石蛊啊！我明白了，白石蛊能增强气力，花九行者又设下巨石堵路，看来是让我炼化这白石蛊，将来有了力气推开巨石，这应该就是第一个考验了。
借助这个传承，我就能更快的达到3转，离开这青毛山，外出闯荡，占据先机了。不过这白石谷的食物是猪肉，而且用量很大，如果在山寨中收购，可能会引人怀疑。看来今后我得亲自捕猎，杀猪取肉了。方正，今天你选择了第2只股，不知是什么？禀告族长，今天我选了一只铜皮鼓。不错，选得很好。族长大人，我也是随便选的。你以为我这是夸赞你吗？不是的，你知道吗？从选择一只蛊虫，往往就能看出一个人的秉性。你选择了铜皮鼓是用于防守，搭配月光鼓就是一攻一守，这说明你秉性醇厚，一攻一守，一阴一阳，这就是王道。而古月漠北选的是黄络天牛骨，此骨增加耐力，能持久战，这就透露出漠北坚韧顽强的个性。至于古月赤城选择龙丸蛐蛐，使得他闪避能力增加，这说明他不喜欢强攻，为人精明。族长大人，那我哥哥选的是什么骨？你哥哥选择的是小光骨，用此骨辅助月光骨，能令月刃攻击更强，这就说明他的性情激进，饱含侵略性，容易走极端。的确，哥哥好像就是这样子的。他告诉方正、漠北、赤城2人的选择，就是帮助方正分析此2人，期待着他将这2人击败，以甲等资质奠定领导地位。看来方正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，反而问我方圆的情况。若是方正有方圆的智慧就好了。这些年我见过不少的少年，要论政治智慧，方圆绝对是第一，可惜他只有丙等资质。这是玉皮鼓。没错，和铜皮鼓相比起来，这只玉皮鼓更加优秀，不仅消耗的真元少，而且防御力也比铜皮鼓更强一些。方正，你想要吗？族长，我当然想要了。想要我可以给你，但是我身为族长，向来公平公正，不能凭空无故的赠送给你，所以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率先突破1转，达到2转，成为修为第1人，而这只玉皮鼓就是对你的提前奖励。啊，晋升2转？怎么，你害怕了？那这只鼓就只能给其他人了。不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击败所有人，成为2转第1人。这才对嘛。方正啊方正，我知道你有些自卑，而要打消这些自卑的最好方法就是成功。你是甲等资质，修为晋升2转，就属你最有优势，也是你最能轻易达到的一个成功。你一定要好好努力，若是连这个都失败的话，未免就让我太失望了。这些痕迹是？这个陷阱明显是猎人设下来的，想不到给我捡了一个便宜。青毛山任何角落都有可能被猎户们埋设陷阱，不过猎户之间设置的陷阱往往都会相互转告。看来我得找到一个老猎户，让他说清楚山里的陷阱布置。有了这些情报，我就方便多了。王二哥，您猎杀山猪的本事真厉害啊！对啊，你们家王老爷子可是方圆百里的猎王，您真是进了真传啊！王二哥，你妹妹怎么今天没跟着你来啊？猎杀1头山猪怎么能彰显我的本事？今天我要猎杀3头。还有，二狗蛋，你别惦记我妹妹，小心我揍你！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我喜欢王家妹子犯法吗？王二哥，要我说你过年也19了，这么大也该娶个老婆生娃子了。哼，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贪图这点小小的美色？总有一天，我要走出这个青毛山，闯荡天下。你是哪个村哪户人家的小孩，居然也想捡我王二的便宜，还不快滚！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他是古尸。请古尸大人饶我一命，我们真的是无意冒犯的。一群没用的东西，怕什么？不就是一个古尸学员吗？站住！你再过来，我就一箭射穿你。这人倒是有些棘手，寻常凡人见到古尸，哪个不心中畏惧？但他却能保持镇定，倒是有些胆量。不识抬举！
既然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不要啊！快住手！不好，王二哥死了。这个王二很强，就算是一转高阶的古师，估计也会因为大意栽在他的手中。丫头，这水桶太重了，都说了让爹来提，你怎么又背着我偷偷浇菜？爹，你昨天打猎那么晚才回来，今天早上你就多睡一会儿嘛。爹老了，以后睡的时间长得很呢。你现在知道老了，告诉你多少回，打猎就让二哥去嘛。你这把年纪就该躺在家里，享享清福了。你二哥的本事足以在这山林中闯荡，不过他心太野了，自信过度。也许他吃过一些苦头，收敛了性子，我就能安心的退居幕后了。再给你找个好婆家，看着你嫁人生子，你爹我带带孙子就满足了。哎呀，二哥都还没结婚呢，先让他结。老汉拜见古师大人。王老汉，你儿子居然敢冒犯我，已经被我杀了，把他的尸体带上来。大二哥，王家妹子。王老汉，我听说你是猎头，你现在就给我画一张图，标明这附近山上所有的陷阱位置，你画出来，我就赦免你儿子冒犯我的大罪。这些村子都受着古月山寨的控制，村民都是古月一族的农奴。现在王二以下犯上，按照族规，全家都得受到牵连。凶手依草菅人命，还来兴师问罪，我要为我二哥报仇。混账东西，你二哥已经死了，难道你也想死吗？难道你想让我这个当爹的孤苦终老吗？古师大人在上，我那儿子冒犯了您，的确死有余辜，老朽这就为您画出地图，您宽宏大量，请您饶了我们吧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如实画出来，我一定会饶了你们，不过你最好不要骗我。老汉明白，老汉明白，请古师大人仍小的回去拿纸和笔。不用，你们去屋里给我搜出纸笔带出来。好的，古师大人。古师大人，王老汉的地图画好了，你们看看有什么不妥的地方，每查出一个错误来，我就奖赏你们1块原石。哦，这可是王猎头一生经验和心血啊！原来这山谷中有一群野鹿，哈哈，我杀了这群野鹿，至少3个月不愁吃喝。这溪流旁边有一窝山熊，记下来，都要记下来。这些珍贵的情报可以说是猎人吃饭的饭碗。大人，没有问题。古师大人，事关老汉和女儿的性命，老汉绝对不敢欺骗您的。不错，可是我不信啊。古师大人，饶我们一命啊！我知道，但凡猎户家里都保留着一张兽皮地图，上面就画着地形，还有陷阱位置以及野兽分布。你们把它给我搜出来，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。是，我们这就去搜。古师大人，请您稍等片刻。果然就是这个，只有亲手得到的地图才更可靠啊！方圆不为杀而杀，杀只是一种手段，王老汉肯定是要死的。杀子之仇不共戴天，虽然是那王二仙出言冒犯，但岂不闻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的道理。我问你们，这王老汉的家中还有其他人吗？没有了，他们家全死光了。王猎头原本有个大儿子王大，但在3年前打猎死在了山上。是这样吗？你们有没有骗我？我想起来了，
王老汉其实还有一个媳妇，就是王大的老婆。但是王大失踪之后，那婆娘也殉情死了。不过我听说，其实王大的老婆想要改嫁，是被王老汉逼死的。大人，您杀了王老汉，是除暴安良，为民造福啊！不错，不错。其实大人，我们也老早看这王老头不顺眼了，明明都是凡人，搞得自己好像很特别似的，刻意搬出村子到这里来住，还不允许我们出现在木屋附近。你们二人的表现让我还算满意，你们现在就可以走了。谢谢大人的不杀之恩。大人，您的宽容和仁厚，我们永记在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民拜见江鹤大人。本人是古月一族驻村古师江鹤，义士。月光谷原来是族中古师，看来还只是学员。这事情说来也简单，王老头的二儿子冒犯了我，我一怒之下杀了这家人，他们二人可以为我作证。确实是王老汉一家冒犯了这位古师大人。古师大人说的都是事实。杀得好，区区的一介农奴，居然敢冒犯主子，开杀！不过学弟啊，你这样做叫我有些难办啊。虽说这王老头一家离群所居，但他们毕竟也是我负责的村民，我被族中派遣过来，驻扎在村子里，就是要保护村民，警戒防御。现在你杀了这几人，村中人口就减少，年末考核时，族中对我的评价就会下降啊。原来是想借机索要好处，这有什么难办的？学长，你照实回报就是了，就说这一家全是我杀的，和学长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识抬举，那我就秉公办理了。学弟，你要是不怕家族的追究，就报上你的名字吧，我会详细记录下来，如实上书的。学长如实禀告就是。对了，我姓古月，名方圆。原来你就是方圆啊！我弟弟江牙经常提起你，说你的一些事迹，你最近风头无两啊。原来是他，的确，我经常在江牙的店铺购买月兰花瓣。哈哈哈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是熟人了。算了，这件事情我江鹤担了。那就谢谢学长了。小意思，不过下次别在我负责的这块区域再杀人了，不然我也不好交代的。我现在身上虽然有5只蛊虫，但是配备并不合理，也不齐全。若是有一只遮盖气味的锁气蛊和掩藏脚步声的敲步蛊，完全可以做到悄无声的接近山猪10步的距离。不过若再加2只蛊，那方圆就得养7只蛊虫，原石的消耗就太大了，很难支持。所以，往往蛊师并非是单人行动，而是形成5人小组，最少也会有3人，分别负责侦查、行进、强攻、治疗、抵挡。就是现在。吃了这顿，5天之后再来杀猪。现在只有这獠牙能值点钱了，皮毛跟猪肉都被白石谷吃了。方圆回到了学堂宿舍后，并没有直接睡下，而是开始修行。他如今已经是中阶蛊师，而且真元经过9重精炼后，已经是高阶真元。白石谷。此刻白石谷改造着方圆的肌肉，让力量一点一滴的融入到他的身体当中，从此驻扎，再不流逝。但其中过程就像用刀片凌迟着每一处肌肉的剧痛。白石谷不能过度使用，每天大约使用1刻钟，过了这个时间就是引发痛楚，且越来越剧烈。
我现在的力量已经能扛起一头猪了，今晚就试试那个甬道的巨石。这些天他不断利用白石骨增长力量，他气力也越来越大。当然，白石骨不会无限制的给方圆增长力量，最极限的程度是一猪之力。我现在能扛起一整只野猪，但并不意味着能直接和猪角力，就像是一个壮汉可以抱起另一个壮汉，但未必两个壮汉之间的力量存在差距。我的力量还能再成长。回到花九行者密洞中，方圆随手将2个野猪牙抛在了地上，此刻已经有了一小堆的野猪牙，都是最近方圆狩猎的成果。我如今奋起全力，能够勉强扛起一头野猪，但这巨石至少是5、6头野猪合起来的重量，我推不动也不奇怪。花九行者的力量传承果然不容易，年轻记忆力就是好啊！我现在已经将大半个地图都默记在脑中了，要是有书虫就更好了，就将这地图直接喂给它吃，从此以后只要书虫不失，我就能永远清晰的记得这张地图。前世的时候，方圆意外的得到过一只书虫，这只书虫后来不断晋升，一直陪伴着他整整60年。相信过不了多久，就会有人率先晋升到高阶吧。高阶第1人会得到30块原石的奖励，不过这个奖励我不打算去争了。方圆并不缺这点原石，他现在需要低调隐藏自己，才能更安全的继承花九行者的力量传承。这个画着红叉的地方应该是一头野猪王，以我目前的实力，碰到野猪王就是一个死。王老汉给我画的地图就没有这个，看来是想借此报杀子之仇了。不过这3个地方画着红色圆圈，又代表着什么含义呢？一般而言，红色都是最醒目的。王老头在这3个地方标了红圈，就代表这3个地方对他很重要。可惜这3个地方太远了点，否则我亲自去一趟就知道了。方丈，你是第1个晋升高阶的，这都是你的奖励，做得不错，继续努力吧。好的，方正谢过学堂家老。我终于做到了，第1个晋升高阶。哥哥，你看到了吗？我终于战胜你1次了。即使你装睡，这也是事实。哥哥，我终于超越你了，这是第1次，接下来还会有第2次、第3次的。这一次的成功对他来讲意义重大，他终于将方圆笼罩在他心中的阴霾撕开了一道口子。居然是输给方正了，这就是甲等的优势吗？可恶！要是我有9重，再加上爷爷的帮助，未必不能赢方正。可恶的方家兄弟，弟弟是甲等压我们一头，哥哥虽然是丙等，但却有9重，这世界上的好事怎么都让他们俩占尽了？这次是方正率先突破到高阶了。这是应该的，谁叫他是甲等资质呢？是啊，连漠北、赤城还有方圆都败给了方正，方正这下子独领风骚了。方圆空有9重，也太不争气了，整天这么颓废，上课都在睡觉，还不如把他的9重给我呢。学员纷纷议论着，表达着心中的不甘、无奈或者羡慕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接下来是年终考核通知，3天之后举行。全体学员都必须参加。考核的内容是猎杀野猪，以收集到的野猪獠牙作为成绩记录下来，收集到的野猪牙越多，成绩就越好。考核结束后，每1颗野猪牙能换取10块原石，另外允许团队狩猎。嘿，终于到年终考核的时候了。想不到我们这届的年终考核居然是猎取野猪牙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的资质只是丁等，本命蛊也不是月光蛊这样的攻击蛊虫，如何能猎杀山猪呢？你刚刚没听到吗？允许团队狩猎，我们可以相互帮助，一起合作，到时候猎取到的猪牙，大家分一分就可以了。每颗野猪獠牙就能换取10块原石，这是学堂方面鼓励我们多杀野猪而设置的奖励啊！真正按照市价，1块原石能买20颗野猪獠牙呢。改变了，我明明记得前世年终考核的内容是采集野生蜂蜜，想不到现在却改成了猎取野猪獠牙，这就是蝴蝶效应吗？重生以来，方圆做出了很多的改变，前世他没有杀贾金生，更没有发现花九行者的遗藏。我这样影响下去，会不会把历史变得面目全非？这样一来，
我重生的优势将会受到巨大的削弱啊！方圆表面沉静，心中却暗叹一口气，无奈感和紧迫感同时笼罩他的心头，但他很快就调整恢复过来。纵使世间荆棘一片，我一披荆斩棘，开出一条血路。我有这么多野猪獠牙，也许可以借此机会再营造一下我的形象。他现在的位置有些尴尬，他处在全体同窗的对立面，一游离在体制之外，在高层的心中这个印象可不好，等于就是打上了不忠诚的标签。但家族需要忠诚，随着方圆修为越来越高，家族也会采取强硬的手段，到那个时候，方圆就真的被动了。我现在需要转变这个印象，让高层认为我已经低头加入了家族体制，但这个转变也不能太突兀，让高层疑心。看来需要运作一番啊，那就从待会儿的抢劫勒索开始吧。大人，事情就是这样。你说方圆此次勒索学员，虽然打败了方正、赤诚还有漠北三人，但是却放过了他们，没有收取他们的原石。不敢欺瞒大人，的确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属下告退。我原本还担心方正的奖励会被方圆抢走，准备严惩方圆的，没想到他此次不仅没有打这30块原石的主意，还主动放过了漠北、赤诚还有方正三人。他现在有数百块原石，看不上这30块也正常，但是主动放弃勒索漠北、赤诚还有方正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学堂家老陷入了沉思。我明白了，漠北、赤诚、方正这三人代表着家族的3大势力，方圆放过这3人，是主动向这3大势力示好。这亦可以理解为方圆心理的转变，他想要对家族低头的信号。看来族长的话还是有道理的，方圆毕竟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，怎么能挑战得动家族的体制？想必他现在有许多的气馁和抑郁吧。想到这里，学堂家老心情不由得变得愉悦起来。